这么多年，你真以为奶是那么好糊弄的？为什么奶现在不过问我们大房的事儿了？你真的一点都不清楚吗？以前他也为你出头护着你，为什么现在不管了？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你老说爹是一家之主，可我哥，包括你在内，要是没有奶早就饿死了。你现在帮着我爹跟奶作对，你觉得奶若是寒了心，你的下场是什么？别怪我没提醒你，我是奶的亲孙女儿，哥是奶的亲孙子，就算你离开了，奶也不会不管我们。我是不会离开二房的，我哥也不会。从小到大，你偏心我哥，重男轻女，我也理解，可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一次，也从来没有为我考虑过一次，所以我也不会向着你的，我有奶和林家就够了。初一，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这样下去，奶一定会把我们分出去。我不想离开你们，去大伯娘那儿。管到什么程度啊？腿打断能接受不？啊，这个会不会？初一，他毕竟是我爹，是你大伯，而且腿总会有好的那一天，治标不治本呢。那就想办法让他好不了呗。初一，能不能不动手？最好能用道理说醒他。不动手，用说的，那也成。说不醒再动手好了。三更半夜，林初一突然听到了一声狼嚎，一出门就见几十双绿油油的眼睛唰的一下看过来，月光照耀下，一只只的模样内笑一个惨呀！我去，你们这是啃了仙人球，还是大战蝎子精去啦？那被蛰的鼻子青不青的看不出来，反正脸都是肿的。走得近了，还能听到狼群委屈的呜咽声，惨兮兮的目光就像是跟人打架打输了回来找安慰的狗，哪里还有半点狼的气势？大白趴到最前面，一脸的生无可恋，他的脸没肿，嘴肿了。即便如此，他还给林初一带了战利品回来，一个金灿灿的马蜂窝。林初一双手结印，在周围布了一个小型结界，以免有人起来看到这些狼再吓到了。做完这一切，他在手上附上了一层灵力，将蜂窝拿起来仔细查看。好浓郁的灵气啊，吃了人家不少蜂蜜吧？你们挨上这一顿也值了。这蜂蜜里面的灵气精纯，好处你们自己应该能感受到，疼是必然的，等到灵气完全被吸收，那些包应该就能消下去了。林大海病了，病得莫名其妙的，听说是得了风寒，突然就卧床不起了。昨天林有茂拎着东西过去的时候，林大海拉着他是一阵的哭诉，说他是怎么想着拉二房一把，无奈马老太硬是拦着不让儿子媳妇儿跟他们大房来往。他也想来看看孩子们，马老太不待见他，他也没有办法。叔侄俩就在一起抱头痛哭。回来后，林有茂便想着再提2只兔子过去，反正他家的狗能捉，少了1只2只的，老太太也看不出来。大伯，林初一无语得很，感觉这人没法救了。马老太刚消了气才几天啊，他就敢提着家里的东西大摇大摆的去大房那儿，真当马老太记不清家里有几只兔子吗？大伯，你去哪儿啊？初一啊，你怎么没下地啊？在这里坐着干什么？奶让我看家。大伯，你提着兔子要去哪里呀？这不是你大爷爷病了，我去看看他吗？你说也不能空着手去，是吧？家里那么多兔子，我提2只也不妨碍。初一啊，我已经跟你奶说过了，你就不用再告诉他一遍了。大伯，我们以后也要对你这么好吗？那是当然啊，我们是一家人嘛。可你对我们也不好呀，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好啊？孝字当头，我是长辈，就算是你爹，我是他大哥，他也得听我的。可我也没见大爷爷对你多好啊，而且奶不也是你的长辈吗？小孩子家家的，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娘就是这么教你的？原来他不是不知道大房对二房不好，只是他装作看不见。既然如此，说大概是说不通的，此病得从根开始治啊。大伯，我昨天晚上梦到爷爷了，他让我告诉你，你再敢送东西去大房，就会被雷劈，送一次劈一次，3次不改，他就亲自回来教你。你胡说些什么？你爷爷都去世好几年了，别瞎说。他转身就走，步子飞快，后脊背阵阵发凉，这孩子也太邪乎了。大伯，我来看你来了。周氏正跟林大海在屋里说话，一听到这个声音，俩人对视一眼。林大海立马躺在床上，
装着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哎呦，有茂啊，你人来，大伯和大伯娘就已经够高兴的了，还带什么东西来呀？这不是和我们身份了吗？伯娘，我来看看大伯，这俩兔子拿来给大伯补补身子，年纪大了多吃点好的补一补，家里狗逮得多也不当什么。狗？你说的是你家那只大黑狗？哎呦，乖乖，这么厉害呢，还能逮兔子呀？狗撵兔子不是正常吗？不当什么，家里兔子都要养不下了。他将兔子递给了周氏。我去里面看看大伯。也就是这个时候，轰隆一声，青天白日，老宅上空突然毫无预兆的起了一道旱雷，速度之快，狠狠劈在了林永茂的手上。一阵钻心的疼从手上快速漫步全身，林永茂疼得面部扭曲，浑身抖个不停，紧接着扑通一声就两眼一黑，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周氏也没好到哪儿去，虽然不是直接劈的他，但从林永茂身上穿过去的雷电也让他疼得直哆嗦。直到林永茂倒地，他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愣愣的出神。刘氏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和林永平一起去了大房，将林永茂给接了回去。这档口可没少听大房那边的挖苦谩骂，什么难听说什么，说林永茂造了孽才会挨雷劈，这是连累到他们大房身上了，更是直言以后让林永茂不要踏进他们大房一步，免得老天爷以为他们是一家的，报应错了人。周氏和林大海的真面目被撕开，林永茂醒过来，看到了他们的丑恶嘴脸，也不知道是心寒还是雷劈的后遗症啊，一直傻愣愣的出神，目光直直的仔细看，里面全是不寒而栗的恐惧。马老太回来后知道了这事儿，沉默了半晌。刘氏以为他会大怒，然后冲到大房那儿闹上一闹，却没想到老太太竟然直拍手叫好，跳着脚的乐。真是老天有眼，劈死那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劈死那些贪便宜没够的吸血虫，活该呀！老天爷早就该睁睁眼了。只有林翠儿知道这件事儿十有八九是林初一干的，不让动手，这是直接上雷劈呀！这会儿他爹还缩在屋里瑟瑟发抖。我不敢了，我不敢了，爹，我再也不去大伯那边了，我错了，不敢了，爹，我改，我跟大房划清界限，我知道错了，您别劈我，也千万别来找我。虽然一直神经兮兮，但好在人没事儿，要不然还得抽出人来照看，这样最好。林翠儿简直佩服死了林初一，果然有事儿就找妹妹，别人办不了的他能办。吃完饭，林永茂就心惊胆战的来找他了。初一啊，你爷爷昨天晚上还跟你说什么了？大伯，你不是说我在胡说吗？哎呀，大伯信了。你告诉大伯，你爷爷还说啥了？爷爷说大爷爷一家是吸血鬼，他已经知道了大房的丑恶嘴脸，让我告诉你不要再和大房的人来往了，不然他知道一次让雷劈你一次，再不听的话就晚上亲自来教训你。我听，我保证以后不和那边的人来往了。爷爷还说了，乃是家里唯一的长辈，让我们孝顺他，你要是再敢惹他生气，就直接带你走。林永茂脸色一白，浑身哆嗦了一下，还要直接带他走？老爷子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他留啊！初一啊，大伯都知道了，你再梦到你爷爷就告诉他，我说了一定会改，一定能做到，你千万让他别来找我。好吧，那下次再梦到我一定告诉他。好，初一可是个好孩子，别忘了啊。林永茂第二天从镇上上工回来，就买了元宝纸钱去老爷子坟前烧了，也不知道咕弄了些什么。临走的时候，一阵阴风突然刮起，吹得灰飞到了各处都是。有半张没烧完的正好贴在了林永茂的脸上，吓得他一声惊叫，一溜烟的跑回家了。从那之后啊，林永茂确实是不往大房那边靠了，发了工钱就老老实实的全部上交。林少泽在几天前已经能够引气入体了，紧接着林家宝也能感应到了周遭灵气的存在了，林翠儿的身手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马老太让人将房子修缮了一下，现在的老太太整日里脸上带着笑，也很少能听到她骂人了。老宅这边又是野菜，我又不是兔子，一天到晚吃野菜啊！不吃野菜，你想吃什么呀？不吃给我滚回你屋子里去！真以为你是谁家大小姐呢？
一天3顿吃山珍海味呢，你奶我还吃着野菜呢。我说的不对吗？二房那边那么多人，一共就5亩地，那么大一家子，他们还1天3顿呢，每天吃肉。咱家呢，家里10几亩地，镇上还有铺子，一天就吃2顿饭，还天天吃野菜。咱家哪里不如那些落魄户了？你能跟二房比呢啊？人家的狗能逮兔子，你家狗能逮兔子？你不吃野菜的话，你倒是也去逮兔子来呀！我也不吃了，我也要吃肉。我去把那条狗偷回来，让他给我们家逮兔子。张嘴闭嘴就是偷，这几年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说偷都是给他们脸了，他们二房的东西本来就该是我们家的。一听到这个，周氏就来气。那天不过是气不过骂了几句，那林有茂竟是当真不往老宅这边来了。娘，二婶家的那条狗真能猎兔子？那可不是，你整天在镇上不知道，村里的人可都瞧见了，那狗可厉害着呢。二房后院的兔子都快养不下了，看着就让人眼热。什么大黑狗？狗可没有那么大的野性。老大呀，你这啥意思呀？吃饭吧，一会儿我去村长叔家走一趟。马氏啊，你在家吗？谁呀？什么事儿啊？村长啊，出啥事儿了？这咋的来了这么多人呢？是不是我们家四儿在镇上出啥事儿了？啊，也没啥事儿。你们这吃饭呢？这正准备吃呢。村长啊，到底咋的啦？没。这老林家二房的日子果然不一样了。马慧娟，你好大的胆子呀！你竟然在家里养狼呢！周芳华，你个老贼婆，你说什么呢？什么养狼啊？我们家哪有狼？你看看，你找出来给我看看。你别装蒜了你，就是你们家那条大黑狼，当我们都傻呢？你个心肠歹毒的老欠婆，挨千刀的！你养狼给家里逮兔子，我们不管，可那是狼啊！万一再招来狼群下了山，马慧娟你是一点乡里乡亲的情分都不顾了是吧？你放屁！大白是狗，怎么就成狼了？哈，我当你们平时都离我家远远的，今天怎么被哪一阵大风给吹来了呢？原来是看不得我家过好日子，眼馋来了。马婶子，话也不是那么说。你看这乡里乡亲的，村子离您这儿说远也算不上多远。若是那狼群真的下山了，放你娘的屁！什么狼群下山呢？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啊，我家养狼？我家人脑子坏了吧？我们就住山脚上呢，有狼群难道不是先来我家？我们不知道危险呢？指不定就有那胆子大的呢，为了一口吃食，不把乡亲们的安全放在心上。周氏，你个挨雷劈的老货，你少在那儿胡说八道。你说谁呢啊？我那还不是被你们家给连累的吗？也不知道你们二房造的什么孽了，连累到我头上，你好意思说呢？我呸！我家永茂在家没被劈，走在村子里没被劈，偏偏给你东西的时候被雷劈了，指不定谁连累谁呢。就是，大伯娘，我可是听说大哥如今都躲着你走呢。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赶紧将那畜生给我交出来。村长，你也觉得我家大白是狼？村长说，咱家大白真不是狼，狼它不是那样的。三叔，那你觉得狼是啥样的？要不你将你家大白叫出来给我们看看，这要真不是，大家也能安心不是？那要是呢？那当然是打死了一了百了了。我以为大奶奶要领回去，关起来帮村里人看着呢。这畜生养久了有感情，我们也能理解。说是你们舍不得打死呢，让我家永健拉回去看着呀，也是成的。你也知道我家旺财，不用了。林初一觉得周氏真是听不出好坏话，他话里的讽刺都那么明显了，他还能顺杆子往上爬？大白，你过来。大白从山上下来，听到院子里吵吵，就躲起来看热闹。没想到看热闹还能看到自己身上。大白从外表看的确像只狼，他也确实是狼，但跟人在一起待久了，他的身上并没有多少的野性，反而多了几分灵气。别人可不知道他开了灵智，什么事都懂。还说不是狼呢？村里的狗有长这样的？
大白洗水之后体型大了不少，偏偏一咧嘴又是一脸的傻笑。只见林初一拍了拍大白的脑袋，突然一个用力，疼得大白呜呜2声。汪汪！林少泽和林家宝都看傻了，林翠儿也瞪大了眼睛。是他们听错了吗？那是狼，那是狼，那他妈真是狼呀！狼还能学狗叫？哦，对对对，大白是灵兽，灵兽能学狗叫，一定是正常的。大白叫了2声，一转身委屈地跑了。村民们顿时有些尴尬。刚刚大白叫的那2声虽然有些怪异，但确实是狗叫，狼可不是这么叫的。村长更尴尬，狠狠地瞪了眼林大海和周氏，走了。不走还等着人流吃饭吗？原来真的不是狼啊！我就说嘛，马婶子怎么可能在家养狼呢？对呀，林家老四还是个秀才，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走吧走吧，以后别听人瞎说了。我家这会儿应该要吃饭了，我先回去了。你还不走？怎么要我请你吃顿饭吗？那遭雷劈的事儿还是少做点的好，免得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你说谁呢？信不信我撕了你啊？你才遭雷劈呢，你全家都遭雷劈，一群晦气的玩意儿。大奶奶，狼是记仇的，你们闹这么大动静，你猜狼群会不会来找你？又不是我闹的，狼就是来了呀，也找不着我头上。还不回家？你杵在那儿瞎嚷嚷什么？晚上吃完饭，我受委屈了，你得给我做主。人家也没说错嘛，你本来就是个禽兽啊。野生的叫禽兽，我是家养的。别扯淡，就说这事儿你管不管吧？人家要养你，这是好事儿啊。去吧，把你那100多号狼兄弟都带上。都带上。知道了。林初一告诉他不能伤人，也不能断了人家的生路，给点小小的教训就行，不能闹得太过分了。月黑风高，大白脸上挂着阴恻恻的笑，带着一群狼下山搞事情去了。夜过3更，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一群眼冒着幽光的狼无声地在村中穿梭着。我悄悄地走，正如我们悄悄地来。我挥一挥爪子，祸害了整个村子的菜。当然，对于林初一说的不能咬死，大白的理解为只要不咬死就成。那咬一口呢？咱就咬一口。他也不是挨家挨户的咬，就咬白天去闹事的十几家，也不全咬，一家咬几只意思意思。老林家大房可是大白的重点招呼对象，对，就是这家人，想养他来着。跳进院子后，大白还遇到了个熟人，啊不，应该是属狗。哟，这不正是之前咬我娘的那只吗？来吧，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清晨，天刚蒙蒙亮。哎呦，这是谁干的呀？造孽呀！我这菜还没长大呢，这哪个矮钱刀干的呀？哎呦，我的鸡呀，这怎么不能动了呀？这谁干的呀？我留着这2只老母鸡下蛋呢。我的菜，我的菜！哎呦，我们家的鸭子怎么少了一只啊？哎呀！混乱的叫骂声中，一声惊惧的尖叫尤为突出。有狼啊！哎呀，狼！有狼！小关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头狼已经踩着步子进院了。老头子，你别出去了，有狼，真有狼啊！林大海被周石拉住了没出去，林永健和林永福倒是出去了，一个是不明状况出来看看，另一个是担心自家媳妇儿。见有人出来，头狼仰头一声长啸，其中一只见林永健转身往屋里跑，一个飞扑将人扑倒，一口咬在了他的小腿上，鲜血的味道入喉。那只狼突然愣了一下，然后不满地瞪了林永健一眼，一阵鸡飞狗跳、鸡鸭鹅的惨叫声不绝于耳。直到狼群退去，一个时辰过去后，老宅里还是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一下。直到听到林永健的一声闷哼：“大爹，你怎么样了？”听到院子里有动静，周氏和林大海这才敢出门。周氏查看了一下林永健的伤口，发现他只是腿上挨了一口，除了流点血，没有性命之忧。天哪，这是咋的了？这些天杀的畜生，为什么要来我们家祸害呀？看到死了一地的鸡鸭，周氏顿时浑身直发颤，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心疼的，突然眼前一黑，昏了过去。老宅的人都被吓得不轻，这个时候也没人敢出门去找大夫，手忙脚乱地将周氏扶进屋，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内，也不敢出声，将门关得死死的。大白早早的就回来了，他聪明着呢，知道不能留在那儿，让人抓着把柄。没看到老宅的那只大狼狗前，
大白是想悄摸地咬死大房的鸡鸭，但看到院子里的旺财后，大白决定他要光明正大地咬死他们家的鸡鸭。林初一最近将修为巩固了一下，他觉得是该进一步深入大山了。林初一带着林翠儿上山，让他自己先练着，他则带着大白进了深山。林翠儿已经习惯了林初一在大山里随意进出，他以为林初一又像平时那样带着大白找野味去了。这就是你们上次找到马蜂窝的地方。蜂巢上已经看不到马蜂了，估计是换了别的地方筑巢去了。我们再往深处走走。一人一狼向山谷里走去。是个好地方，九曲紫参，这一片摘回去，那得炼多少地灵丹啊！地灵丹是啥？是快速补充灵力的粮食库啊！想到这儿，林初一的手已经先大脑一步开始干活了。大白蹲在一边，看着林初一将一片草一颗一颗地送进空间。转了一圈，他也不是光找草药了，还一直注意着四周的动静，观察着谷里的环境。然后他发现了一件事儿，开始还没注意，等到林初一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他们已经是第3次路过方才的那块平滑的石头了，他们被困住了。见鬼了！嘿，什么见鬼了？什么样的鬼敢拦我们的路？应该是有东西不想我们继续往前走了。现在怎么办？先回去吧，今天不早了，晚上翠儿姐会担心的，明天我们再来。说是这么说，可当一人一狼顺着来时路准备出谷时，跨过谷口，却发现他们又回到了那块大石头旁。林初一脸都黑了，他妈的，还要不要脸了？走，我倒要看看哪一路的牛鬼蛇神敢挡姑奶奶的路。不让向前，也不让退后，咋了？还想留我们过几天吗？跟紧我。林初一这次走得很慢，步伐怪异，看似凌乱又极有章程。大白紧紧地跟在林初一的身后，走一步跟一步，就这么走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身边的景色陡然一变，面前突然就出现了之前穿过好几次的那棵古树，枝干粗壮，独木成林，耳边传来沙沙的声音。林初一一侧头，眼睛一眯，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在这时，几道藤蔓如同活物般朝林初一而去。林初一飞身而起，躲过了那几根藤蔓，指尖一展，藤蔓从中折断，刷刷几声插进了大白的脚边。林初一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根树枝，以木为剑，几下就将奔他而来的树叶打落了。他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了，也没多放在心上，就当筑基后的第一次练手。面对扑上来的树蛇，林初一不退反进，身法诡异的在蛇群里来回穿梭，找准机会将灵力包裹树枝之上，一剑狠狠斩下。一阵树枝折断的响声过后，那些树蛇掉落在地，成了一堆毫无生气的干树枝。这一举动似乎是惹怒了那棵树，大地突然震动起来，无数的藤蔓破土而出。林初一单手结印，另一只手虚空的画了一个繁杂的符文，小手一拍，去！轰的一声，符文撞上了藤蔓，产生的气浪折断了无数的枝干，一声苍老的闷哼自古墓中发出。林初一轻轻地落在地上，要么让开，要么变成灰烬。不起眼的火焰却似乎能炙烤人的灵魂。古树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那些垂入地底的树枝也再没有了任何动静。大白见战斗结束，小心翼翼地从石头后面钻了出来。没事了，走吧。要不我们先回去吧，明天再来。回什么家？我今天非得看看这山谷里面藏着个什么东西。林初一凶性被激了出来，一根筋的想要把山谷里藏着的东西给揪出来，完全忘了大山外面还有一个林翠儿在等着他。眼看太阳偏西，林初一还没有出来，林翠儿急得在原地走来走去，想要进山找找，又怕两人再走岔了。最后实在无法了，林翠儿咬了咬牙，小心翼翼地往一处丛林后走去。那个，你们能找到初一吗？找到大白也行，告诉他们再不下山，奶该来找我们了。树丛里突然探出一只狼头，正是以前狼群里的那只头狼。林翠儿吓得往后退了几步。林初一不在的时候，他是不敢单独跟这些狼在一起的。拜托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去把初一，去把大白找回来。林初一是和大白一起进的山，找到大白就能找到初一。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头狼带着几只狼离开了，是进山的方向，就当他听懂了吧。等待的时间是漫长且煎熬的，太阳渐渐落山，秋风瑟瑟，林翠儿就连心头都是凉的。
林初一也不是不想下山，其实他恢复理智后就想起了林翠儿，但是，他们又被困住了。不是障眼法，还真就是个正儿八经的阵法。武力攻击、法术攻击一概没用，无论什么样的招式，一旦靠近周围的石块，力量就会瞬间消散，仿佛打在了棉花上一样。天地灵火倒是能穿过石阵，可关键是用火烧石头也没啥用呀。身边漂浮着数不清的碎石，林初一就像是一只小鸟被困在了巨大的石笼里。到底还是被留下来了。林初一盘膝而坐，闭着眼睛，努力感应着石阵中的力量，企图能从中找到阵眼或者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一击即中。有办法吗？没有。那你为何能如此淡定？不过我奈何不了他，他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那你倒是出去啊！你那么能耐，你怎么不出去？我要出去的时候，你也没同意啊。林初一伸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打完发现这不是在村里，干笑了两声。不好意思，打顺手了。看你那一脸小人得志的模样，你哪里不好意思了？行了，别评了，吃点东西吧。林初一很是从容地从空间拿出了几条鱼，也不管环境是否危险，扒拉了一堆干树枝就开烤。现在是吃饭的时候吗？放心，这个阵法困不住我们多久的。一个没有阵眼的阵法能坚持多久？林初一不知道，但时间能给他答案。耗着吧，反正现在出不去了。大白无可奈何的翻白眼，林初一都没有办法，他能怎么办啊？吃就吃呗，反正也出不去不是。大白一连吞了7条，勉强饱了。林初一又给他喂了没有稀释的灵泉水，吃饱喝足，大白往地上一趴，四肢伸平。林初一却敏锐地察觉到，他将灵泉水拿出来的时候，周遭漂浮的石阵似乎顿了一下。目光微闪，他又从空间里捧了点灵泉水出来，凑到大白的嘴边。果然，石阵漂浮旋转的速度突然慢了些。等到大白将手中的水一滴不剩地舔舐干净，石阵又恢复了原先的运转速度。林初一皱眉，琢磨了半天，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石头8成是有生命的，这他妈的弄不好就是个石妖啊！不过石头成精的话，怎么着也得上万年了吧？万年虚伪的妖怪这么弱的吗？我一个筑基中期的修士都能伤得了他。而且石头这种没有生命没有灵气的东西，它真的能成精吗？夕阳的最后一丝余光被吞没，天逐渐开始黑了下来。林翠儿心中狂跳，依旧没等来任何动静，家里也没有人上山来看一眼，问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回去。林翠儿终于再也忍受不住，眼中含着泪往山下狂奔而去。初一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他一定是出事了。林翠儿一路飞奔下山，气喘吁吁地回到家时才知道家里为什么没人上山找他们，因为马老太又跟大房的人闹起来了。周氏气昏了头，醒过来之后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怪异得很。为什么狼群早不下山晚不下山，偏偏他们去马老太那里闹过之后狼群下了山？周氏觉得这一切肯定跟二房的人有关系，或者说在他心里这事儿必须得跟二房的人有关系，如此他才能来闹一出，将所有的损失都安在了二房人的头上。什么？狼下山了，去祸害你家鸡鸭鹅了，还把你大儿子给咬了。哎呦，我的娘哎，真是恶有恶报啊，老天爷开了眼喽。马氏，都是你呢，肯定是你指使狼下的山，肯定是你。看我不挠烂你那张脸呢！我咋的？遭了报应还想怪在我头上啊？没死你个大鼻涕泡，还想来欺负我们，我抽不死你！永茂啊，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跟你们有关？林永茂现在一看到大房的人，就会想到那天的那道雷，以及老爷子坟头上被阴风一吹，刮得到处都是纸钱。我不知道啊，大伯，我真不知道。永茂啊，我知道你娘恨我们，但那也不能因此就将那狼群招下山去啊！祸害了我们不说，还祸害了乡亲们呢。你娘与乡亲们不怎么来往，我也知道，可是……大伯，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狼群照下山去？我娘哪有那个本事啊？永茂啊，你爹走得早，我也没带他管好你们，可那害人的事儿他不能做呀。
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大伙前儿个来你家闹腾，才让那狼群记了仇的？林大海这话问得很有技巧，不管林有茂回答是与不是，这件事儿都会与二房沾上关系。林有茂心想，你别拉我，你再离我这么近，我爹可能今天晚上就得亲自上来教我。大哥，我一直拿你当大哥，你家里老娘媳妇儿都被人欺负成啥样子了，你还跟个娘们似的，在这跟人谈感情呢？你是人吗你？泼妇，给我休了！永平呢？这种泼妇不配待在我林家。我呸！你林家？我吸得进你林家呢？你算什么东西啊？我婆婆还活着呢，你一个大伯就敢指手画脚指媳妇的事儿了？你看看村里哪个爷们管女人家的事儿啊？个老不知羞的！你，我怎么地了我告诉你，怎么上山的呀？怎么给我回去！别想倒地上来讹我们家呢！不要脸的破烂货！今儿个呀，我跟你们拼了！院子里一团乱，林永平、林永福各自拦着自家老娘，身上没一会儿就挂了不少彩。林永新急得上火，偏偏还得死死地按住想要往上冲的林少泽和林家宝。这俩小家伙最近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跟两只小牛犊似的，劲儿不是一般的大。林翠儿就是在这个时候到家的。奶，二婶儿，别打了，快去衙门报官。初一进山了，到现在还没出来呢。什么？你说什么？初一去哪儿了？什么没有回来？他不是跟你一起上山的吗？咋的啦？你说清楚，初一咋的了？二婶儿，奶，初一进深山了，这会儿还没出来，你们别打了，快想想办法找人呐！找？去哪找啊？深山那种地方，这进去了还能出来不？说的还真是不错呢。报应，哼！你敢再说一遍？怎么，我说的不对吗？那深山里有什么谁不知道啊？到现在都没回来呢，肯定是凶多吉。哎呦，老妖婆，我姐会没事的，你给我滚！我们家不欢迎你。哎呦，我这命哟，这么大把年纪了，连个小辈都这么欺负我老婆子，不孝啊，不孝啊！我不活了，我！老妖婆，你还不滚？一天到晚就想着欺负我们家，我跟你拼了，让你诅咒我姐！周氏身上起了寒意，他发现今天二房的人都有些不正常，就连两个小的那眼神都让人瘆得慌。这二房的人怎么突然就这么邪乎了？算我今天倒了霉，老婆子我大方，不跟个没教养的野孩子计较。那些个人我大房高攀不起呢，可别有用得到我们的一天。永福，你还站那干啥呢？赶紧跟我回家去！你还想去山里送死不成啊？村民也三五成群的下山，本就是来看个热闹，心想着能不能占点便宜。一听说要进山，生怕马老太开口让他们帮忙去找人，一个个悻悻地离开了。只有村里的外来户刘水田父子三人留了下来。哎呀，这个时候进山估计有些悬，是不是要上镇上衙门一趟啊？这人多了，进山才安全呢。我那有牛车，先让我家大柱去镇上报官，我们再商量一下接下来怎么办。方兰已经快要崩溃了，听到刘水田的话，他深吸一口气，从怀里拿了出一块造型古朴的玉佩，递给了刘大柱。拜托大柱兄弟跑一趟了，让他们立马派人过来，越多越好，让永茂跟你一起去打个伴儿。哎，好，都别急，也许孩子遇到危险躲起来了也说不定呢。二婶儿，对不起，我应该好好看着他的，都怪我，都怪我。方兰没有怪他，他知道林初一有自己的想法，那孩子聪明，他想做什么不是看就能看得住的。这事儿不怪你，翠姐儿，我问你，初一是自己进的山，大白是不是跟着他？对，他跟大白一起进的山。闻言，方兰竟然松了口气，心中隐隐期盼着。你看着你妹妹进山的，你怎么不拦着呀？你是怎么想的？她什么时候进的山呢？你在山上光等着了？你看到她进山，你怎么不拦着？那深山是什么地方啊？那能随便进吗？林翠儿咬唇，不知该怎么解释，说来说去还是他的错。他以为林初一有本事，能随意出入深山，
是他想差了，都是他的错。哎呀，你倒是说话呀，真是急死个人了。哎呀，你别打他了，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打他做甚呢？你打他有用吗？大丫头啊，有什么你就说出来，现在救人要紧啊。马老太突然想到林初一跟他提过重盖房子的事儿，心中没由来的一跳。青砖大瓦房，那得花多少银子呀？那丫头该不会……翠儿姐，你告诉奶，初一那丫头是不是说进山里采灵芝去了？林翠儿摇头，又点了点头。到底是不是啊？我知道姐姐为什么进山。为什么呀？儿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可不能乱说呀。我没乱说，我真知道。我姐是神仙的徒弟，她进山一定是修炼去了。胡说八道什么？都什么时候了，你别添乱。我没胡说，我们早就知道了，姐不让告诉你们，说了姐就会被雷劈。行了，你别在这添乱了啊，没看大家都着急着吗？娘奶，家宝说的对，姐真的是神仙的徒弟，翠儿姐也知道，姐不让告诉家里人，翠儿姐才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你们在说嘛呢？翠儿姐，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初一每次进山是不是修炼，但是家宝和少泽说的的的确确是真的，初一他的确是神仙的徒弟。院子里又静了一会儿，似乎是听到的东西太过可笑，可这个档口却没有人能笑得出来。翠姐儿，你二婶平时待你不薄啊，你不能因为想要推卸责任就胡说八道。我真没胡说，二婶儿，我真没胡说，这是真的。方兰有些恍惚，他知道林少泽和林翠儿不会说谎，那些话又太过荒谬。什么神仙？哪里有什么神仙？说都说了，你们不信，姐不是白雷劈了吗？奶娘，你们看看。哎呦，我的娘嘞！那石头就算是林大郎也不能说抱就抱起来啊！你看，我现在可是我姐的徒弟。众人惊愕间，林少泽也走到了石头的面前，他凝神静气，随即一脚踢向了石墩儿。哎呦，我的个娘嘞！这也是初一教的。姐比我们厉害，姐能凭空生火，还能隔空招雷，姐还能和动物沟通。马老太一把捂住了心口，感觉整个人都是恍惚状态。方兰的脑子乱成一团，最后所有的思绪都化成唯一一个想法：初一不会有事。如果3个孩子说的都不假，那他可能是进山后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儿啊，你告诉娘，你真的看到初一凭空生火，隔空招雷，还和动物交流呢？当然是真的，不过我没有看到过二姐隔空招雷。大伯见过，他挨过呢。那天劈的他的那道雷，就是二姐为了教训大伯召去的。刘水田和他的二儿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觉得荒诞不可思议，又觉得他俩这个时候是不是不该在这儿？神仙的徒弟啊，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下山的那些狼……院子里又静了下来，抬眼一看，个个脸上带着不可思议，都神游物外去了。好在镇上的官兵来得快，让人没想到的是，县令居然也跟着一起来了，又是一行人震惊的无以复加。见过方大小姐。方大小姐？除了马老太，院子里的人全是一头雾水。咋的，成小姐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他们怎么不知道？吴县令不必多礼，其他的先放在一边，还请吴县令先让人进山找人。镇国将军府的大小姐莫名其妙消失了好几年，竟然是落在了他管辖的地方。不管当年方小姐为什么会沦落到嫁一个乡野农夫的地步，若是让京城那边的人知道方小姐的亲闺女方老将军的亲外孙女在他管辖的地方出了事儿，他这个父母官就当到头了。来不及客套和寒暄，吴县令亲自带人进了山。林翠儿指了个方向，一行便顺着他指的方向进了深山。林初一正靠在大白身上呼呼大睡，身边设了结界，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就能立马察觉到。林家人在大山里找人找了一夜，林初一跟大白在石阵里安稳地睡了一整夜。外面有石阵守着，一晚上连只蚊子都没有，可能是一人一狼睡得太过惬意，惹恼了困住他们的东西。夜过去，他终于是有了反应。
我那么努力地困住你们，到头来却成了给你们守夜的了。第一时间，林初一就察觉到了周围气息的变化，时阵一松，他立马拽住了大白的尾巴，身形一晃就离开了先前的位置。大白睡得正香，被人一把拽住尾巴，疼得嗷嗷的一嗓子，随即就飞向了一旁的草丛里。躲好了。随即一块块半人高的碎石不断地砸向林初一。终于忍耐不住了。林初一勾了勾嘴角，闲庭信步般的在漫天的石块中穿梭。天已经微亮，随着慢慢的向石块中心方向靠近，林初一能清楚地看到数不清的石块中，一个形状怪异的玉体镶嵌在一块巨石之中，其上散发着熟悉的碧绿色光芒。眼中闪过一抹激动之色，他的感觉果然没错，那就是灵泉玉的碎片。左突右闪，林初一终于靠近，灵气包裹住双手，一拳轰在了那块巨石之上，轰隆隆，石块飞溅，周围气息顿了一下。下一刻，无数的碎石从地上浮起，快速地向那块镶嵌着灵泉玉碎片的巨石上聚拢。那块绿色的碎石就在石人的心口处，似乎在为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大胆，何人闯我山谷？原来是块得到了造化的石头。他的目光落在石人的心口处，那块镶嵌在石头缝里的碎片，目光闪了闪，他主动出击，身影一闪，瞬间到了石人的面前，一伸手就要去抠那块碎石。可能是石头人感觉到了威胁，他的动作瞬间快了很多。可恶！林初一会的东西再多，他也只是个筑基中期的修士，对峙的时间越长，体内消耗的灵气越多。林初一一直在等机会，单手掐诀，一只手虚空画符。敕令，天兵上行，石破天惊。林初一看准机会，天地灵火覆盖全身，猛地向前一扑，两只手抓住了散发着光芒的灵泉玉碎片，背后还是狠狠地挨了一下，瞬间一口鲜血喷出，紧接着一阵白光亮起，空间里依旧是那般破败的气息。不同的是，灵泉石上方的那块大石之上多了一块翡翠色的玉石碎片。林初一眼中闪过一丝的欣喜，果然水滴落下的速度快了些，原本是一滴接着一滴，现在已经是线状的细流了，空间里也隐约有了些灵气。林初一高兴之余，眼角余光突然瞥到池边趴着一块巴掌大圆乎乎的石头，眯了眯眼睛，明显就是缩小版的石头人。林初一阴恻恻地笑了笑，一手扯住石头人的胳膊，一手呢扯住他的腿，用力一拽，咔吧一声，石头人仿佛感觉不到疼，被林初一拽的手脚分离也不慌。他坐起身，那分离的手却瞬间就恢复如常。哎呦，你猜我能不能把你给烧没了？放了我吧。放了你？你猜我能不能放了你？我没害人。没害人？我他妈不是人吗？石头人不说话了，任林初一怎么折腾就是不开口，直到林初一再次亮出了灵火。说，你在哪里得到的灵泉玉碎片？什么是灵泉玉碎片？就是你的心脏，给你提供力量的那块碎片。我不知道，我有意识的那天，它就在我身上，那是我的东西。你这个强盗！没了灵泉玉为他提供的力量，这就是一块开了智能移动的石头，没什么特别的。林初一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妖气，一时也不能断定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不像妖也不像怪，应该是灵泉玉的碎片落在他身上后才突然开了灵智，有了力量。也不知道身上没了灵泉玉，他会不会再慢慢变回一块普通的石头。研究了半天没有研究明白，林初一又将之扔进了池子里，若是没有危害，养着玩也不错，反正不费粮食。老实点，不听话我就让你变成一堆灰烬，回归大自然。石头人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就着林初一将他扔进池子的姿势，趴在泉水里一动不动，似乎很享受灵泉水的浸泡。林初一不再搭理他，他又去了茅草屋前，伸手试着去推门，然而还是推不动。人进来了也不行吗？在空间转了一圈，发现空间里的灵气正在缓慢复苏。林初一心里有了底，既然灵泉玉是跟着他一起掉落到这个世界，那他一定能将之全部找回来。林初一出空间时，大白正在刨坑，
估计是以为那石头人不知道使了什么神通，把他不声不响的给埋了。他突然发现，给大白吓得猛地往后一蹦。我这吓死狼了！林初一还挺欣慰，这货居然没扔下他自己先跑了。走吧，该回家了。方兰和马老太一行人一夜没睡，却个个神经紧绷，毫无困意。尤其是方兰，她甚至听不到吴县令的劝慰。一夜过去，众人的心里都有些沉重，一点痕迹都没有。是他们找错了方向，还是……就在方兰再次快要崩溃的时候，一只灰狼从林子里窜了出来，接着是3只5只，不一会儿他们面前就站了几十只野狼。大人小心，快后退！方大小姐小心，保护方大小姐，保护林家人。眼看100、10来个官差齐齐抽刀，林翠儿突然眼睛一亮，她认出了带头的那只狼。是不是找到初一和大白了？头狼看到林翠儿高高扬起的脑袋，点了点头，眼中的戾气散去，冲他叫了一声，带着狼群转身就走。快跟着狼群，他们能带我们找到初一。吴县令还在发愣的时候，方兰已经追着林翠儿去了。他无奈，只好带着人跟上。吴县令心中震惊不已，他细细观察过，这的确是山中的野狼，并不是村里家养的，竟然能如此有灵性。关键是他们竟然能听令于一个女娃娃。狼群一边带路一边嗅着味儿，一路就将人给带到了山谷外，却是全部都趴在了地上，不肯再继续前行了。兽类都有趋吉避凶的能力，他们本能地觉得前面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狼群不走了，众人一时间都有些踌躇。歇了一会儿，吴县令就问方兰接下来该怎么办，要不要进入谷内。毕竟从那些狼身上露出的恐惧之色可不似作假，山谷里怕是有什么大型的野兽。初一能在里面吗？初一一定在里面，我进去看看。方小姐，狼群都不愿意靠近山谷，这里面肯定有危险。再说小小姐也未必一定在里面，三思啊。狼群不会带错路，初一一定在里面。我先进去，没有危险你们再进来。我去吧，我也想跟着二哥进山打过猎，我去。也恰好就在大家拿不定主意时，林初一带着大白出来了。初一，一晚上的担惊受怕在这一刻终于被宣泄出来，方兰的眼泪瞬间涌出眼眶。啊，娘，奶！林初一惊了一下，随即就看到林家人全部都站在了谷口，一个个身上那副惨样啊，让他的心也跟着震颤了一下。娘，对不起娘。你是孩子，你怎么出门也不跟娘说一声？你要吓死娘啊！你出了事，娘怎么办？娘怎么办呢？初一，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了这样？娘，都是小伤，我没事的。你这丫头啊，你要把家里人给吓死吗？乃明天就让人盖新房，咱不差那钱，咱不进深山，不要灵芝啊！这怎么还受伤了？这是遇到啥了？奶，没事，都是小伤，擦点药就能好了。方兰和马老太已经将林翠儿说的什么神仙、什么凭空生火的完全抛到了脑后了，还以为林初一是遇到了大虫野猪了，才一路逃进了山谷。其实吴县令和那100多号官兵也是这么想的。人没事就好。娘，大嫂，咱们先出山，回去再说。对，先出山，先出去再说。一行人精疲力尽地下了山，在林家的院子里歇息了半天才恢复过来。方兰抱着林初一进了屋，林少则担心地跟在后面。马老太张罗着陈氏和刘氏做饭，却被吴县令拒绝了。他带着的官兵就有100多人，等到都吃上饭，天都黑了。方小姐，小小姐如何？是否要去镇上医馆？府里的马车就在山下，若是有需要，可以先坐马车去镇上。都是些外伤，擦擦药就行了。多谢吴大人。不敢。方小姐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这本就是为人父母官该做的事儿。大人呐，您辛苦亲自奔波了这一宿，这点东西您就带上吧。家里也没有什么，都是自家养的，您放心着吃。吴县令推辞了半天，没拗过老太太，半推半就的就收下了，并说后续有什么困难可以去衙门知会一声。这给林家人受宠若惊的。官兵来得快，走得也快，马车经过村子里，还引来不少人出来围观。
都在猜测车里坐着的是谁。切，还真让他们把官兵给请来了。送走吴县令后，所有人终于想起了神仙徒弟的茬。刘水田父子那可是知情人呢，又跟着找人找了一夜，于公于私都不能让人走了，也不让干活，就让坐在院子里等着吃饭，等着林初一醒过来。刘水田和2个儿子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上的饭桌，3人其实还挺尴尬的，毕竟人家一家子吃饭，他们3个外人在这儿算什么事儿啊？总有一种活不长要灭口的感觉。怎么样啊？伤口不深，都上了药了。其实他最在意的还是林初一嘴角和胸前的血迹，他看得出来这孩子是受了内伤。要不要请大夫呀？要不然咱们去镇上医馆看看吧。正好你水田叔家的牛车还在门口停着呢，还是等他醒过来再说吧。他方才发现林初一身上伤口愈合的速度快得有些不正常，这可不能让人看到。娘，您一宿没合眼，您去休息一下吧。初一这里有我看着呢。哎呦，我上哪儿能睡得着啊？其实不光是他，院子里还戳着一群睡不着觉的，吃完饭就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的沉默着，生怕发出点动静把林初一给惊醒了。说来也怪，以前不知道林初一的身份，怎么折腾也没感觉什么，这突然知道了，就发现家里瞬间不一样了。其实他们也不是不累，是属于那种人乏了，精神却极度亢奋的状态，不睡，打死不睡。他们一定要在意时间，等着林初一醒过来，亲口问问他：你真是那神仙的徒弟？林初一这一觉一直睡到了日落西山。厨房里晚饭刚做好，林初一就醒了，一睁眼对上马老太那张满是褶皱的老脸，吓得林初一一个鲤鱼打挺，还以为是石头人的同伙追过来了，好险没给来2下。奶，马老太也被吓得一激灵。初一呀，你醒了？奶，你趴我床边干什么？吓死我了！马老太寻思，也给他吓不轻呢。醒了好，醒了正好，你都睡了1天了，咱去吃饭啊。奶，你没事吧？林初一总觉得老太太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劲儿。哪能有啥事儿啊？走吧，去吃饭，都在饭桌上等着呢。马老太想去拉林初一的胳膊，手都伸出去了，又缩了回来，不自然地往身上擦了擦。走，吃饭去。林初一不自觉地拧眉，大概知道了什么原因。他一夜未归，估计是林翠儿他们3个跟家里摊牌了。奶，你不会回来后一直没有休息吧？何止是马老太没休息，林初一出了屋，就见院子里坐了一桌人，刘水田和2个儿子尴尬地坐在中间，他们仨是属于想回家休息回不去的那一类。林初一一出来，原本就沉默的院子里气氛更加莫名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去，期待中带了点小紧张，一双双眼睛打量着林初一，好像突然不认识一般。初一，你醒了，娘给你熬了鸡汤，先喝点儿，多喝点儿。听方兰说林初一受了内伤，马老太也不懂内伤是什么伤，反正要补，那就多吃点好的。谢谢奶。林初一接过碗，将2个鸡腿，一个给了林少泽，一个给了林家宝。陈氏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盯着儿子碗里的鸡大腿。哎呀妈，这可是神仙徒弟亲自给夹的鸡腿呢，这可不是一般的腿呀。林初一喝了口汤，就见林少泽利索地把鸡腿又夹回了他的碗里，一双眼睛通红，眼里还噙着泪。姐，你吃，你多吃点儿。二姐，你吃，你受伤了，流了好多血，你补补。陈氏觉得自家儿子咋这么懂事呢？果然不愧是神仙徒弟的弟弟。林初一摸摸2个小家伙的脑袋，一脸风轻云淡地吐出了剑，震撼全场的事情。让你们担心了，没多大事，就是遇到了只妖怪，吃了点亏。努力降低存在感的刘水田父子手里的筷子吧嗒一声掉在了桌上，众人瞪眼看着林初一，桌上的气氛再次陷入了沉默。好半天还是马老太反应过来。啥？他刚刚是不是听错了？什么妖怪？老天爷哟！方兰也适时地抿着嘴，他实在不愿意开口问一遍。山里有妖怪啊！林家宝一嗓子喊出声，打破了僵硬的气氛。小家伙激动得无以复加。姐，那妖怪长啥样啊？
有手有脚，跟人一样，就是脑子不大灵光。脑子不大灵光？马老太觉得他的脑子现在也不大灵光。初一呀，奶，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吧。你到底在山里遇到了啥？真遇到妖怪啦？村儿姐他们说你是神仙的徒弟，你真是那神仙的弟子，能呼风唤雨，能闪电打雷？哪有那么夸张？别听他们瞎说，我才刚学几年啊，哪里能呼风唤雨的？哎呀，初一，你真的认神仙做师傅啦？初一是神仙的徒弟，我儿子是神仙徒弟的弟弟，以后那本事该多了不得呀！以后我就是神仙徒弟的三婶儿，神仙徒弟弟弟的娘了。哎呀，不过三婶，这是要保密，不能到处乱说的，不然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了。说到后面，林初一的目光直接定格在林永茂身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希望这个道理大家都能懂，不能懂也没关系，我可以亲自动手教你们。什么杀身之祸呀？初一啊，你这说的也严重了吧？大哥，这个世上你不知道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去了，这不是小事。初一也不是吓唬你，万一消息泄露出去，那些存着坏心思的人奈何不了初一，你觉得他们还奈何不了你吗？那不是有初一在吗？这个家里除了我奶和我娘、我弟弟，其他人心思干净的我管，那种一天到晚只会想着些乱七八糟给这个家拖后腿的，想要我管也行。7749道雷先轮一遍再说。一提到雷，林永茂就浑身打了个哆嗦。不管那天那道雷是林初一照的还是他老子照的，总之是劈到了他身上了。林永茂是一点都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大伯，你不会真以为那道雷是吓唬你的吧？那你信不信今天晚上我就能把爷爷招到你屋里去？我也没说会出去说，这种事儿我怎么可能会出去乱说呢？保证不能乱说。马老太心里竟然隐隐期待着林永茂再作个死。上次那道雷啊，他可没瞧上啊。以前家里啥样，以后就啥样。谁要是敢出去乱说，别怪我老婆子收拾他。娘，初一，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不能说出去。对，娘，放心吧，我们指定不能说出去。努力降低存在感的流水田父子三人听了半天，额头上的汗是越来越多。这都神仙的徒弟了，咋的还能有杀身之祸呀？我们也不会说出去。但是他们想回家成吗？林初一看他们一眼，他其实早就发现了这三个人了。今天早上在山谷外面见过，是昨天晚上帮着找他的人。他记得好像是借牛车的那家。林初一抿了抿唇，假装把手伸进了胸口掏了掏，从里面拽出一颗婴儿手臂粗的人参。在众人瞬间发亮的目光中，林初一将人参放到流水田的面前。谢谢刘爷爷昨天晚上愿意帮忙，这个是谢礼。不用，都是一个村的，再说也没帮上什么忙。给你就拿着吧。马老太掀了掀眼皮，强忍住捂心口的冲动，心里那叫一个疼啊。水田叔，拿着吧。不用了，这太贵重了，真不用。水田爷爷，您就拿着吧。娘说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林少泽并没有觉得给一颗人参就有多心疼，他就是好奇他姐是怎么把那么大一颗人参拿出来的。真不用，哎呦，这太贵重了。你们要是想感谢，要不给点地里长的菜。师贤，给的少了。刘大柱一看林初一的手又要往胸口伸，那就谢谢初一了。对嘛，给就拿着，这是个上道的呀。大柱家有孩子吗？有一个叫刘铁头，今年7岁。俺家的叫刘铁强，今年6岁半。人参是给刘爷爷补身子的，我给大柱叔和二柱叔的谢礼，你们可以2者选1。说着，林初一冲林永新呲了呲牙，给林永新笑得莫名其妙的。我小叔是秀才，你们若是愿意，可以让他亲自给铁头和铁强启蒙，做他们的领路人。你们也不用担心束修的问题，从今以后后山你们可以随便进，我保证没有野兽攻击你们。流水田眼神一亮，
哪个当父母的不想让孩子习文断字，以后好能有个前程？林有心冲的点头，表示自己可以应下。他瞅了眼林初一，脸上带着无奈的笑意。哼，这小侄女儿竟然抓他当壮丁。第二个选择，我家少泽和家宝需要个玩伴，你们若是舍得，可以让铁头和铁强跟着他们。不过能学到什么程度，那就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我们选第二个。明儿我就把家里那2个小兔崽子送来，就麻烦少泽和家宝了。虽然林少泽和林家宝现在还小，还什么都不会，可这也是铁头和铁强的机会。他们起步是一样的，至于能学到什么程度，哪怕一招半式的，也足以让他们的前途不寻常。道谢的方式有很多种，让人闭嘴保守秘密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但都没有这种直接拉人入伙的方法牢靠。况且从小培养的，以后用起来才更顺手。吃罢饭，刘水田父子终于能回家了。昨晚一宿没合眼，该休息的都回去歇着吧。众人散去，都回了自己屋。娘，我保证以后出门都提前告诉你一声，我保证以后有事该说的一定会跟你说。娘，你别生气嘛，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担心，不会做没把握的事的。一定要学那些本事吗？林初一愣了愣，没想到方兰会这么问。娘，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回来，一定要学的。方兰脸上带着忧愁，好一会儿才悠悠地叹了口气。好，娘知道了。姐，你要找什么东西啊？我帮着你一起找。小孩子别想那么多，容易长不高。才不会，四叔都说我最近长高了一大截儿。姐，我马上就能追上你了。方兰看着闹在一起的姐弟俩，无奈地摇头。再怎么样，也还是个孩子呀。夜深人静，马老太睡了没一会儿，又一咕噜从床上爬了起来，悄摸地来到了床尾放着的大木箱前。这不是吗？林初一走之前给老太太2株百年朝上的人参，比刘水田父子的那棵还要大上一圈，跟之前那棵灵芝一样。马老太觉得放哪里都不安全，在箱子里垫了好几层，上了锁，又怕被老鼠啃了。想想上次那齐大夫说放久了会流失药性，马老太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镇上卖了。姐，原来娘是被爷爷逼着嫁给爹的。我们要不要去把他挖出来，给娘报仇啊？张老头子坏得很呢，非得逼人家闺女嫁到自己家，要不然我这会儿指不定在哪里吃香的喝辣的呢，至于饿了整整5年吗？但是娘要是没有嫁给爹，也不能有咱们吧？哎，行了，别瞎想了，给我好好练。以后要是那便宜爹回来了，敢欺负娘和奶，二话别说，上去就是一顿揍的。啊，这不好吧？那是咱爹呀。再说，爹为什么会欺负娘和奶？娘为了爹吃了那么多苦，奶还是爹的亲娘。爹要是欺负奶，那是不孝，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你懂什么啊？男的有本事就会变坏，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再说，男人大多都是3妻4妾，乡下人是娶不起。你看看那些大户人家，哪个不是3妻4妾，孩子一大堆的？你觉得娘能受得了？不行，姐，我听你的，我一定好好学，争取能在便宜爹回来前学好本事。敢欺负娘，揍他；敢给他生一堆弟弟妹妹，揍不死他。能把一个孝子为天的古代小男子汉忽悠的敢在心里揍自己老子，也是神了。不得不说，熊孩子还是小的时候好忽悠。第2日一早，初一呀，你怎的醒得这么早？怎么不多睡会儿啊？奶娘，我也起来了。你们俩怎么不多睡会儿？娘，姐说要带我们去山上练功。去山上？早起山中灵气浓郁，比较适合练功。以前是担心被家里人发现，现在既然都知道了，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哪里资源环境好去哪里。马老太一听，心里有些异动。初一呀，那功都是少泽他们能练的？有没有他们这个年纪能练的呀？奶，你等我安排好大郎哥他们回来，我教你一套适合的拳法。马老太眼睛一亮，顿时精神了。那中，奶先做饭，等你们一会儿回来吃。冬练3九，夏练3伏，走吧。一行人呼啦啦的上了山。远在大西北的边关处，此时军营主帐中
军医们忙得团团转，一盆盆鲜红的血水被端出了主营帐。将军怎么样了？回幕府将，将军的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顾太医说，若是今天晚上没有起热，就不会有事。可那么重的伤，怎么可能会不起热？穆坚闻言再也待不住了，伸手掀开帐帘走了进去。顾太医，幕府将军，你怎么进来了？虽说军中无男女之分，可毕竟男女有别，幕府将军还是注意这些的好。这里有老夫看着，林将军受了伤，军中此刻正是震动的时候，你不该待在这里。顾太医无需多虑，将军为夺西凉城身受重伤，将士们都心系他的安危。既然知道了林将军已经脱离危险，我这就去练兵场，稳定军心。请将士们放心，将军这里有老夫亲自看着，军中6位军医随护，不会出问题的。等到偌大的帐中只剩下顾太医一人，他叹了口气：5年了，撑过这次，你想要的就都有了。牛车一路行驶到镇上，林永新带着2个小的下了车，将林少泽和林家宝2人送去了私塾后，自己也回了书院。刘大柱成了林家专用车夫，还是不要钱那种，不让拉都不行。马老太上次和林永新过来卖灵芝，让李掌柜记忆犹新，都算得上是半个熟人了。老太太这次是抓药啊，还是卖药材啊？还卖药材，这次啊，是你看呐，还是请你们东家来看？东家在里面看诊，还是我先看看吧？那你看吧。李掌柜一阵惊呼，一把抱起背篓就往后面跑，几步就没了踪影。马老太愣了一下，哎呦，我的人参呢？你不要就不要，咋的还做起强盗来了？你这掌柜的咋回事啊？竟然抢我一个老太婆的东西！哎呦，老太太，对不起了您嘞，实在是人命关天，救命要紧啊！您放心，那2株人参咱家指定要，高价。哎呀，那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我一个老婆子带着个孩子。哎妈，这2株人参我要了。老太太，您也看到了，东家这里着急着救人，您2位啊，先在这坐着等会儿，等东家忙完了，再跟您细谈人参的事儿。林初一隔着老远打量着床上躺着的人，头发花白，双目紧闭，面上毫无血色，嘴唇乌青，气若游丝。这人应该是中了毒，又受了严重的内伤，难怪那个掌柜看到2株人参那么激动。人参能吊气，尤其是100年往上，那就是在吊命了。大堂忙，李掌柜安慰了一会儿马老太就出去了，估计是觉得一老一少的又都认识，林永新的名声总是不会错的，也没有对2人设防。林初一用神识扫了扫，确定周围没人，朝床边走去。初一呀，你干啥呀？那就是个生了病的，你别靠那么近，当心过了病气。林初一确实已经到了床前，他伸出手将一缕灵力注入了老者的体内，感应到老者的情况，林初一目光闪了闪，从怀里拿出了一味归元丹，给老者服了下去。你给他吃啥了？没什么。林初一收回目光，刚想离开，却发现床上的人有要醒过来的意思。只见那老者喉咙动了动，应该是归元丹起了作用，眼皮抖了抖，缓缓睁开。然而林初一离得近，刚发现要醒，就眼疾手快地一掌下去，于是老头眼睛刚睁开一条缝，顿时脖子一歪，又昏睡了过去。马老太一口气卡在了喉咙处，瞪了瞪眼，想要说什么，外面却响起了脚步声。齐大夫已经将人参处理过了，开了药方让药童赶紧熬药，他则带着切好的人参先过来了，将人参片一半塞进了老者的口中。齐大夫叹了口气，再次试探性的伸手搭上老者的脉搏。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能不能挺过来全看什么？齐大夫以为自己把错脉了，又重新将手附上了老者的脉搏，下巴上花白的胡子跟着脸上的肌肉颤了颤。齐大夫腾的一下站起身，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内伤突然快速好转，体内的毒素也被控制住了，这速度着实惊人了点儿。这可不是人参带来的效果。照着这个程度看，人应该清醒了才是，怎么突然昏迷得更沉了？马老太听着齐大夫情不自禁的念叨，心里突突的，不知道人是好是坏。
但当齐大夫转头看向祖孙俩时，马老太脸上却是与林初一如出一辙的表情。啥事儿啊？他们啥都不知道啊？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齐大夫轻皱眉头，打量了一会儿老者逐渐恢复正常的唇色，忽然释然了，差点忘了这老家伙的孙子可不是普通人啊。这2颗人参铺子里全要了，你开个价吧。齐老以为老太太可能会趁火打劫，不过让他意外的是，马老太并没有。你看着给吧，就按平时的价钱给就成。老太太还惦记着林初一刚刚给人的那一下，心想着能不能给人打坏了呀，还是赶紧拿钱离开的好。齐大夫倒是高看了一眼马老太，他也没有推辞，给了个算是不低的价格。马老太怀里揣着300两银票出了记事堂，差点走出了外八字儿。不过他还是没忘记问林初一给老头喂东西那茬。初一呀，你跟奶说，你是不是认识那老头？你俩有仇啊？奶，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都不认识他。那你打他做嘛呀？哎呀，奶，我那是在救他。就那1颗丹药，你知道得多少银子不？那可是有价无市的东西，你1000两银子都不见得买得到。不打晕他，万一惹上麻烦，他再赖上了我们怎么办呀？哎呦，你咋的不早说？这买便宜了呀！早知道他就狮子大开口，要个500两了，吃亏了呀。奶，有些事情呢是没有得失的，那老者身上有功德，救他一命与我的修行也有好处。马老太一听说的也是，小孙女现在是神仙的徒弟，那神仙就得做好事儿啊。哎，真没想到咱2家能走到如此地步啊。大哥，你放心，我一直拿月兰当自己的亲闺女，她定亲我能不去吗？是啊，哎，咱们这当叔的都是一样心情，就是啊，到底这门亲事不大光彩。哎呀，翠儿姐那丫头我从小看到大，这门亲事配不配，我这个当爹的能不知道？你放心，明天就是娘不去我也得去。林永健这才露出笑来，他的目的不在马老太，只要能通过林永茂跟方氏的关系处理好就行。一顿饭吃完，林永茂心中那杆秤又开始往大方偏了。日落西山，马老太做好饭菜时，林永新刚好也从镇上回来了。红烧肘子、蘑菇汤、酸辣白菜炒鸡蛋、红烧肉、清蒸鱼，一大家子大块朵颐，吃的那叫一个嘴角流油啊！就是越吃越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哎，我爹呢？不对啊，奶，大伯呢？马老太又去看刘氏。老大呢？咋的没回来？刘氏一脸茫然，主要是林永茂平时在家不咋搭理他，去哪儿了也从来不跟他说，所以他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在老宅那儿？周家村的大牛叔说他和永健哥一起回来的。此话一出，马老太瞬间黑了脸。啥？那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他又跟老宅那些人沾上了？我今天非得打断他的腿不可，大不了以后家里养着他。娘，还是等他爹回来再说吧，万一是去了别处呢？奶，你别生气，大伯没去老宅那里呢。你看到他了？他去哪儿了？刘氏暗自松了口气，没去老宅就好。林翠儿总觉得林初一的表情不太对。初一，我爹去哪儿了？村子东南角的那片坟地，他去见爷爷了。刘氏的筷子还没握紧，他猛地抬头看向林初一，下意识地觉得他说的见爷爷不是看墓碑，也不是看坟堆的意思。是的，不但他听出来了，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出来了。马老太一口气提在了嗓子眼儿，硬生生卡住了。姐，大伯不会真能见到爷爷吧？运气好的话，他估计呀还能见到村子其他的亲戚们呢。其他亲戚们什么的。饭呢还在继续吃，但速度慢了许多，总觉得屋子里阴风阵阵的，就连林永平吃几口都会向周遭看看。林永新在心里深深的叹气，他晚上不敢自己睡了怎么办？另一边，林永茂推脱了林永健让去家里吃饭的好意，便径直往山脚下走，心里想着该怎么说服马老太明天去老宅那里，至少他不去总得让他去吧。刚开始没觉得，走了一会儿，林永茂就发现今天回家的这条路似乎有点长啊，平时从村口走不到1刻钟就该到了，今天都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看不到自家屋前的那棵大树呢？用力揉揉眼睛，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他感觉眼前一片朦胧模糊，
就这么又往前走了一盏茶的功夫，林永茂突然觉得这路很熟，好像并不是回家的路啊。就在这时，一阵寒风吹来，林永茂一个机灵，剩下那点子酒劲全醒了。瞬间回过神来，这哪里是什么山脚下呀，这是坟地呀！村东南的坟地，这里埋葬着世世代代的林家村人。此刻的林永茂正站在坟地中心，傻傻的发愣。他以为自己在做梦，以为自己的酒还没醒。周围的坟堆新旧不一，有些坟前还残留着烧剩下的黄纸灰，应该是刚祭拜过。阴风一吹，顺着林永茂的头顶飘过，一声惨叫，震飞了乌鸦阵阵。林永茂哆嗦着转头就跑，坟堆太过密集了，他也不敢踩，只能顺着缝隙乱转。可不管往哪儿走啊，举目四望都是一座连着一座的坟堆，明明顺着一个方向跑，可就是跑不出去。林永茂急得气喘吁吁的，神经紧绷，心中惊骇又慌乱。天都快黑了，他还在中心位置晃悠呢。乌鸦凄厉的叫声不绝于耳，心惊胆战之余，林永茂一脚绊上了一块破烂的棺材板，直直就摔在了一座半新不锈的坟堆上，脑袋磕上了坟前竖着的墓碑，眼睛一黑昏了过去。没意识前，林永茂心里竟然还感觉到了庆幸，他想着自己一直没回去，家里应该有人出来找他的吧。然而并没有。林永茂再醒过来已经是月上柳梢头了，浑身酸软的爬起身，揉了揉疼痛不已的脑袋。林永茂一抬头，瞬间嘎的一声，一口气卡在了喉咙里，不上不下的，差点连眼睛都瞪出来了。悠悠的月光下，距离他不远的坟堆上，他死去多年的老爹林大山正呲着牙冲他乐呢。再往周围看去，每座坟堆上都站着或坐着有个人影儿，影影绰绰的，虽然看不清脸，但林永茂就是感觉到他们都在看他。石碑上老爷子见他醒过来，冲他招了招手，阴森森地叫道：你来了。林永茂目光发直地看着老爹，眼前一黑，又昏了过去。他这一昏，墓碑上的林大山突然一阵变化，再次看去，哪儿还有什么老爷子呀，就是只黄白毛皮的老黄鼠狼啊。那些影影绰绰的影子也没了，一只猫儿大小的黄皮子从坟堆后面窜出来，将一颗圆滚滚的丹药塞进了林永茂的嘴里。这人竟然是那姑娘的家人，简直差劲。这么弱不禁风，吓一下就过去了，真是白下了一颗难得的丹药。要不咱们把他吓死算了，一了百了。他虽有恶性，但罪不至死，此恶非彼恶，你们要懂得分辨。老祖宗，我们晓得了。他没事了，去村子里吧，那头灵狼说要请我们吃东西，你们去吧，记住莫要伤人。老祖宗离开了，剩下的小黄皮子们瞬间闹腾开了。大白要请他们吃什么？当然是林家老宅的粮食。两支大部队在村口相遇，一灰一黄，悄咪咪的从院墙进了林家老宅。院墙边的大狼狗都已经习惯了，见黄皮子停下了身子盯着他看，自觉地缩到了墙角处，头靠着墙装死。带头的黄皮子扑腾开了厨房的门，四处瞅了瞅，顿时一阵的嫌弃。这家人真穷。是啊，好在他们不挑食，于是如同蝗虫过境般，短短一晚上，老宅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全没了。地里刚长出来的菜，地窖里储存起来过冬的粮食，林永健白天买的肉，前阵子被狼咬死，还没吃完，拿盐给腌上的鸡鸭，就连厨房门口那口大缸里的水一滴没剩。厨房里那唯一的半袋子白面，半袋子大米，领头的黄鼠狼觉得别浪费啊，就指挥几个黄皮子给搬走了。大白给开的门。我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爪子，带走2个麻袋。第二日一早，是林有茂家的那个臭丫头，天杀的林有茂啊！我真是小瞧了他了，我这就去找他，我非一把火烧了那家子黑心干烂肠子的。说着就捡起了墙边的斧头往外走，被2个儿媳妇儿拦着给夺了下来。周氏一口气憋在心里出不来，转身就一人给了一巴掌。拦！你们拦着我做啥呢？你有本事呀，就去烧了那家子落魄户呀！一个个窝里反的，好吃懒做的破烂货！我老林家真的是瞎了眼了，娶了你们这些没用的进门呢！行了，看看你那个样子，你跟他们置什么气啊？我什么样子呀？我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操劳了一辈子了，
这到头来说两句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你还为他们说话呢，你个老不死的！你说，你是不是跟他们有一腿了？林大海没被家里发生的离奇事件吓到，反倒被周氏给气到了，气得他上去就是一脚，气得手都在哆嗦。你个恶妇，真是满嘴喷粪！周氏挨了一脚愣了愣，突然就炸了。你个造瘟的呀，烂心肝的！我给你生儿育女，伺候你一辈子了，这临老了你还这么对我呢？你们那两个贱蹄子，你这么对我！周氏动作太快，一院子人都被他吓到了。你这个！林大海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又气又怒。永福，去村里给我把祖老李正找来，我要休了这恶妇！你敢？娘，你别闹了。林永福知道周氏的心里堆积了太多情绪需要宣泄，他看着从地窖回来后就一直阴沉着脸站在一边的林永健，张嘴顿觉得心累。林月兰一样站在一旁冷眼旁观，他心里甚至有些不耐烦。蒋家的人一会儿就该过来了，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去镇上买些东西回来。家里空空的，连个招呼人的像样的菜都没有，这不是白白让人看清了吗？周氏发了一通邪火，看看离得远远的林永健，看看躲在屋里的两个孙子，再看看林月兰那一脸的嫌弃，突然就软软的跪坐在了地上。娘，你怎么了？娘，你没事吧？周氏目光呆滞地看着表情不一的一家子人，突然一阵心寒。争什么？怎么争啊？心都不在一块儿，有什么好争的？没事儿，算了吧。怎么能算了？肯定是邻村那贱丫头搞的鬼。小姑说过的，她能驱使狼群，怎么就那么巧？我刚要定亲，家里又遇了难，肯定是她，她就是嫉妒我。周氏闻言冷笑看着他，哼，不算了还能咋整啊？报官呐？那家里少了那么多东西，就这么算了？我是没办法了，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周氏一撂摊子，家里人就更麻爪了。这要怎么办呢？家里啥吃的都没了。报官，那可是玉珠说连县太爷都害怕的二房的永丰媳妇儿。当家的，这咋办呢？怎么办？能怎么办？要是还想跟那姓蒋的结亲，就去镇上把该买的买回来。另一边，林翠儿表示这个锅呀，他可不背。他这会儿正在厨房给林永茂烧热水呢。林永茂是今天早晨被林永平和林大郎抬回来的，没受什么伤，就是人冻了一夜，身上冰凉冰凉的。刘氏伺候着换衣服，翻来覆去的动作那么大，人都没醒。林初一上山就发现今天啊，山里的气息有些不对劲儿。突然林初一耳朵动了动，只见一条黑灰色的野狼蓦地从林子里窜了出来。野狼身上带着斑斑的血迹，显然是受到了严重的攻击。初一，他受伤了。你们快下山回家吧。那你呢？大伯还没回来呢，我去看看，不用担心我。你们下山护好家里人。林初一给野狼喂了颗归元丹，一人一狼的快速的在山中穿梭。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啊，翻过一座山头，林初一鼻尖嗅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顿时心中一紧。山坳处呢，一片空地上，大白怒目圆睁，浑身紧绷，紧紧地盯着前方啊三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咆哮声。他咧开大嘴，露出尖利的獠牙，鲜血顺着他腹部的毛发一滴滴地落在了地上，极其的刺目，完全没了皮人的温顺。他的身后，狼群同样被激发了兽性，眼中赤红一片，喉咙中发出了阴冷的呜咽，弓着身子，一副随时准备攻击的姿态。狼群的中间，鲜血染红了那片空地，十几只野狼趴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不知死活。而那三个被黑衣包裹的人呢，就如同冰冷杀伐的机器，手握长剑，丝毫没有放过他们的打算。去你大爷！林初一远远看到这一幕，顿时怒了，还交个毛线的手啊！赤青色的火焰脱手而出，直冲着其中一个黑衣人的脑袋。三个黑衣人正准备对狼群出手，突然感觉到一股杀气。黑衣人眼神一冷，就见那赤青色的火焰瞬间便蔓延至全身。一阵炽热袭来，黑衣人只觉得身处滚滚的岩浆，仿佛灵魂在被撕裂吞噬，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那声音凄厉刺耳，不似活人。火焰将人吞没，片刻功夫便化作了一堆灰烬。我家狼崽子招你们了！看到他的那一刻，大白气势瞬间一收，小眼神盯着林初一，那叫一个委屈啊！你咋才来呢？他一嚎，后面的狼群也跟着嚎。
竟然是有种娃被揍后家长来给找场子的即视感，那声音委屈的呀。同伴瞬间化成了灰烬，另外2个黑衣人眼中闪过震惊和惊惧，猛然转过身，就见个女娃娃一脸杀意地站在他们的面前。2人戒备地看向林初一，不确定刚刚那一幕是不是他动的手脚。我问你们话呢，我家狼崽子招你们了？有灵泉域温养，山里的野兽多多少少都有点灵性。这么多年，山里的狼群从来没主动下山祸害过人，后来有大白看着，平日里呢，狼群在山里看到人都会主动的避开，更何况这几个人看着就不像好人。2黑衣人对视一眼，眼中杀意一闪而逝，手中长剑一挥，刺向林初一，打算来个先下手为强。林初一眼睛一眯，不退反进，一巴掌就扇了过去。那一巴掌包裹着灵力，石头都能给拍碎的，更别说人了。黑衣人被扇得忽悠一下飞得老远，林初一一个矮身躲开了另一个人的剑。黑衣人只觉得身上一麻，有那么一瞬间身子突然不能动了，紧接着林初一的脚就狠狠地踹上了他的肚子，砰的一声响，黑衣人的身子飞起，重重地撞上山石。这个档口，另一个黑衣人已经站起身来准备跑，林初一稍稍地意外了一下，他那一巴掌并没有留手，那人竟然还能好好的站起来，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他身形一晃就到了那人的身后，那不饶人的模样颇有种某座山头的土匪气息。黑衣人感觉到危险，回头用手去挡，林初一抬手又是一巴掌，黑衣人想躲，却觉得身体一滞，竟然瞬间无法动弹了。林初一的巴掌狠狠地落在了那人的脸上，打烂了黑衣人脸上的面具。哼，我说怎么带着妖气呢？原来真不是人呐！话落，他夺过黑衣人手中的长剑，一剑刺入那人的心脏。另一人起身想逃，林初一手指一弹，一簇火焰从他手上跳脱，飞快地没入那人的身体。黑衣人惨叫一声，瞬间便化成了一地的灰烬。再看地上躺着的尸体，满脸兽类毛发，嘴里2颗獠牙，黑色的袖袍下，右手是人手，左手却是不明兽类的爪子。林初一都看傻了，什么东西啊？原谅他没见过这么古怪的物种，似人非人，说妖呢也算不上是妖啊。林初一也不再纠结，总归不是什么好东西，尘归尘，土归土吧。指尖一弹，一簇赤青色的火焰落在了尸体之上，瞬间就将尸体烧成了灰烬。顺势查看了一下大白，林初一发现他身上的血不是他的，给塞了1颗归元丹，便不再管他去处理那些受伤严重的狼群了。狼群伤亡惨重，几十只狼的身上都带着大小不一的伤。林初一抿着唇，快速给那些还有气息的喂下灵泉水和归元丹，先保住他们的命再说。给狼群处理完伤口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压了压心里的戾气，林初一才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林初一得知那会儿一共有5个人，被狼群合伙弄死了2个。大白带着狼群边打边退，见狼群死伤太重，这才让先前的那只野狼回去找他。突然出现的不明物种让林初一陷入了沉思，上辈子遇到不少妖类，这种半人不妖的还是头一次见。林初一让狼群先找个地方养伤，他则跟着大白找了2具被狼群咬死的尸体，尸体的旁边还有几只没了气息的野狼。林初一叹了口气，将狼的尸体连同那2具不人不妖的怪物一起给烧了。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林中传来了轰的一声巨响，一人一狼抬头看去，就见那前方的林子中掀起了一阵气浪。混乱中，一个灰头土脸的少年身上背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踉踉跄跄地往这边跑。少年显得有些疲惫，头发凌乱，身上的带伤。小妹妹，这里危险，快跑啊！话音刚落，一群黑衣人便从林中追了出来。林初一皱了皱眉，他发现那些人身上的气息跟之前的那几个人一样。傻站着干什么呢？快跑啊！那些人杀人不眨眼，快走啊！林初一扫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胸前挂着的铜钱剑上停了停。走去哪儿啊？把人往山外引吗？狼群应该还没走远，若是遇到了又是一场厮杀。林初一目光一冷，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先前那些人明显是冲着大白去的，这些人身上血腥味太重，手上应该没少沾染人命，绝对不能放他们出山。大白，不能放他们离开。林初一话音刚落，大白一声长啸，竟是先他一步朝黑衣人们扑了上去。林初一紧跟而上，路过少年时，在他错愕的目光中，林初一一把扯下了他脖子上的铜钱剑。哎我去！周易光顾着震惊去了，
脚下一个没注意，狠狠地绊上了一块凸起的山石，连带着身上背着的就一起摔了出去，都来不及去管那人摔得严不严重。周易忙扭头去看林初一，他的铜钱剑呢？那可是他祖传的法器。林初一当然知道那是法器，将灵力注入其中，巴掌大的铜钱剑立马发出淡淡的光芒，口中默念咒语，他伸出手，在虚空中画出了一道繁杂的符文。随着符文成型，另一只手中的铜钱剑不断的震动，发出阵阵的嗡鸣。去，最后一笔完成，林初一手中的铜钱剑嗡的一声凭空升起，由一化十，瞬间变大数倍。穿过虚空的符文后，竟是每一把剑身上都刻上了繁复的符篆。敕令杀！10把闪着金光的铜钱剑带着破人的气势冲向了那群黑衣人，把灭杀咒融进铜钱剑里，高手啊！大白刚扑倒一个，就感觉到一股心悸的力量铺天盖地的而来，吓得一个闪身溜出去10来米远。铜钱剑啊，本就有驱邪化煞的力量，又是法器，里面的力量被林初一激发出来，灭10几个半人半妖的怪物简直是大材小用。轰的一声，10几个黑衣人被掀飞出去，每个人的心脏处都插着一把铜钱剑，在地上不断挣扎扭动着身体，嘴里发出阵阵不似人类的惨叫声，片刻便没了动静。林初一上前，一脚踩住之前被大白扑通的那个黑衣人。你们是什么东西？来这里做什么？问不出来的，这些家伙没舌头，说不了话。周易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地上爬了起来，找到一个黑衣人，将那把又变回手掌大的铜钱剑给拔了出来，在衣服上擦了擦，挂回自己脖子上。林初一看他一眼，伸手捏住了黑衣人的下巴，使劲往下一带，咔吧一声，黑衣人的下巴就被他给卸了下来，听得周易一阵头皮发麻。果然没舌头。林初一撇了撇嘴，随即一脚踩在那人的胸口，硬生生的将人给踩断了气。周易咽了咽口水，往后退了一步，就见林初一目光悠悠地看着他，那只体型跟只老虎般的黑狼也目光不善地往这边靠近。你也没舌头？有，我当然有啊。林初一的意思是，有舌头你就给解释一下，你要是不说，那你的舌头就和地上躺着的那几个一样，别要了。明明看着就8、9岁的孩子，那一身的压迫感是怎么回事？不会是什么返老归童的老怪物吧？在下周易，是鬼谷门大长老齐仓敏座下的首席大弟子。林初一瞥了他一眼，我管你是谁的大弟子呢，我就想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周易显然是看懂了，又冲林初一抱了抱拳。前辈，这些是血煞阁饲养出来的妖人。妖人？是啊，前辈，血煞阁私下里猎杀妖类和一些开了智的山精野怪，再用邪术炼化，将妖的血脉融入到人的体内，然后人就有了妖的力量。这些只是活下来的半成品，拥有妖的一部分特征，却没有妖的力量。哦，原来如此呢。走吧，该回去了。哎，前辈，不是，你难道就不好奇的问一问那些成品怎么样了？我今年8岁。林初一白了他一眼，吐出这句话后带着大白离开。周易瞪大眼睛，啥？才8岁？哎，你真是个小孩？不是年纪大本事就大的，弱鸡就是弱鸡，小的时候是小弱鸡，长大了就叫老弱鸡了。空有法器不知道用，不是弱鸡就是傻逼。周易惊讶完，又仔细打量林初一。周易猜测，会不会是山里某个隐士高人的徒弟？哎，小丫头，方便告诉我一下你师父是谁吗？大白见状回头呲了呲牙，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周易心中一动，这还真是只灵兽啊。我师父是谁不重要，你再不救他就该没气了。我从那些人手里救出来的。小丫头，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能不能帮忙先把他安置一下？可以。于是林初一就将俩人带到了狼群聚集地。大白他们找到马蜂窝的那个山洞，周易看着四周紧紧地盯着他的狼群，嘴角一阵抽搐。小丫头，咱们怎么说都是同道中人，就没有人能住的地方？暂时没有，你们先待在这儿吧，只要不离开山洞范围，他们就不会攻击你的。我明天早上会过来，山洞里有草药的，你先给他止血吧。扔下这句话，林初一就带着大白离开了。周易无语，简直想抬手抽自己俩嘴巴子。你他妈是没长腿出不了山吗？扫了一圈，虎视眈眈盯着他狼群，
又看了眼气息微弱的男人，叹了口气。唉，算了，谁叫我有所求呢？周易发现这里的狼都多少有些灵性，虽然比不上那只叫做大白的黑狼，但似乎多少能听得懂人言。另一边，林初一带着大白出了山，一路狂奔。下山时太阳已经落了。娘，我回来了。初一，你有没有受伤？娘，我没事，一点伤都没有的，就是衣服刮破了口子，还得你待会给我补一下呢。姐，二姐，你没事吧？初一呀，到底出啥事儿了？你有没有受伤啊？是不是遇到妖怪了？老太太在山下住了大半辈子，也不知道山里有那么多妖怪。娘，你们别担心，是大白带着狼群跟人打架来着，我没动手。坐在门口舔舐毛发的大白不乐意地白了他一眼。那一巴掌都把人给扇飞了，那还叫没动手啊？尸体都是你给烧没的，哼！大白没受伤吧？大白呜呜两声，温顺地趴在了地上。听听，就这句听着还像是个人话。初一，那些狼是不是受伤了？我都给他们包扎好了。听到是狼打架，众人的一颗心才放回了肚子里。那伤得怎么样啊？用不用给请个大夫啥的？奶，哪个大夫敢给一群狼包扎伤口啊？你放心，我都处理好了的。马老太让陈氏和刘氏去做饭，他则拉着林初一去了他的屋子。路过林永茂，林初一挑了挑眉：大伯，冷就多穿衣服呀，你抖什么呢？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穿衣服。你这孩子吓你大伯做什么？初一呀，你告诉奶，真的是大白跟人打起来了？小也知道，真是那么简单，林初一不会让他们躲起来。初一，娘和你奶没你那么大的本事，你要是觉得有些事儿没有必要跟我们说，那就不要说，娘和你奶不问。林初一无奈，他娘这是以退为进呢。得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说以后他们娘俩就该生分了。娘奶，不是我不跟你们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其实我也没有弄清楚呢。我赶到的时候，有一群人在围杀狼群，死了不少呢。狼群里面有一半都受了伤的，那些人被我拦下后就逃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是怕他们下山才让你们躲起来的。会不会有啥危险呢？咱这住的离山这么近，要不然去镇上买处宅子吧。这行啊？不要，我自有办法。今天是突发事件，一会儿他就在家里布下阵法，空间还有个石头人呢。在灵泉池里泡了那么久，石头人最近身上多了些灵气，让他守在家门口，关键时刻总能派得上用场。敢不听话，分分钟让他变成一堆石头渣子。不过奶，买房子是好事呢，若是有适合的，买下来也行。林初一又给马老太留下2颗人参，便出去布置了。明天要进山，晚上还要炼丹，先把家里的安全问题解决了，免夜长梦多。众人就见林初一小小的身影在家里四处折腾，墙上、角落里、院中的石桌底下全是一串串莫名其妙的符咒，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见林初一一脸严肃的表情，他们也不敢随便上前问。我在家里布了阵法，那些符文你们不要乱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他这么一说，众人心头一震。阵法？哎妈，这一听就高大上呀，咱家竟然都用上那么牛逼哄哄的东西了。夜里，林初一趁着方兰和林少泽熟睡之际进了空间，他现在需要大量的归元丹。瞥了眼从他进来后就趴在池子里装死的石头人，没做搭理，直接去了丹炉旁，将归元丹要用到的10几种药材准备齐全。林初一坐下身，凝神静气。炼丹的过程枯燥乏味，极其耗费心神。将需要的丹药全部炼制完，林初一往嘴里塞了一颗新鲜出炉的地灵丹，感受着体内逐渐充裕的灵气。他眯了眯眼，就地往后一躺，可累死他了。收拾好一切，林初一想要出空间时，发现灵泉池方向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正盯着自己看，应该说是盯着他手里装着丹药的袋子看。想要啊？石头人僵硬的点头。林初一笑了，也不是不可以。本来还想着怎么把石头人给忽悠出去帮他们看门，这下行了，有所求就好，有所求才会听话。
于是林家院子里多了一块镇宅的大石头，圆滚滚的半人高，有四肢没有手脚，有脑袋却没有五官，远远看着就像是一个人抱着肚子蹲在树边一样。二姐，我怎么看着这么瘆人呢？会吗？我觉得挺好看的。初一呀，你在哪儿找的这块石头？山上，昨天看到的，给搬回来镇宅子。这东西它真能镇宅？天知道他们一大早看到林初一扛着一块石头进门的时候有多惊悚啊！尽管知道林初一不一般，可看着一个软萌软萌的小丫头啊，扛着一块200多斤的石头打跟前儿悠哉悠哉的走过时，那是真辣眼睛啊！能，保证能。三叔，你见过长得跟人一样的石头？这块是70呢，这要是放到镇上的铺子里，一摆出来还不得被人抢疯了。林永平瞠目结舌，应该是吓疯了吧？这东西摆在家里，别说2个小的了，就是他看着都觉得瘆得慌啊，总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啊。林初一吃完早饭就去山上了，到了狼群所在的山洞外，有打斗的声音，距离挺远。难道又是那些黑衣人？老子好歹也救了你一次，你他妈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我就问几个问题，用得着这么拼死拼活吗？男人显然有些魔怔了，身上的伤得不轻，眼里赤红一片，就是一味的进攻，咬着牙，一脸的狰狞。周易不敢下重手，怕将好不容易救下来的人再给弄死了，左闪右避，试图将人给骂醒。在2人周围啊，狼群兴致勃勃地扎堆蹲在一起，颇有种围观看热闹的架势。那男人之前本就受了伤，估计是把周易当成了敌人，这才拼命想弄死他。见一时半会儿啊伤不了对方，他有些急躁，举着黑刺卯足了劲儿，就想给周易来个狠的。林初一等了一会儿，四处找了找，捡起一块顺眼的石头，悄无声息地靠了过去，全力一招被周易躲开，脸色苍白，脚下一个踉跄，身形还未站稳，林初一一石头就上去了，砰的一声缓缓倒地。哎我去，累死爷了。他想杀你呢，你还留着他做什么？我想从他身上知道点事儿，他是从血煞阁里逃出来的。那你还真挺不容易的。靠近了看才知道啊，这人身上不是蛊就是毒，能背着人一路躲进大山，眼前这个少年的确有2下子。哎，有吃的吗？不得不说，林初一留下的草药还真挺好使的，才过了1夜人就能跑了，要不是有点手段啊，这会儿躺下的就该是他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周易郁闷，果然血煞阁出来的就没一个好人呢。林初一瞥了他一眼，见他是真起不来了，便去打了3只野鸡回来。清理过后，周易已经燃起了火堆，将野鸡架在火上烤。喂，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周易，昨天已经跟你介绍过了，我师出鬼谷门。你呢？我看你修为不错，你师傅应该老牛逼了吧？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前辈，有空我一定得去拜会一下。林初一却没有回他的话茬，他盯着周易仔细的看，眼神有些微妙。周易被他看得不自在。我脸上有东西？忽然他眼睛一亮，我是不是长得很好看啊？林初一却是收回了目光，冷不丁开口问道：意识的话，你在说什么呢？也是滑下来的。周易脸上蓦然一变，盯着林初一看了许久。我说怎么感觉你分外亲切，原来是老乡啊！哎，你也从地球来的？我跟你说，我以前叫杨过，长得那叫一个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哎呀，可惜啊，红颜多薄命，欠的风流债太多，最后只能将命赔去。说完，他还深深地叹了口气。林初一跟看智障一样看着他，抿着唇不语。周易半天没听到他开口。啊，你不信啊？林初一直翻白眼儿。我看你像羊羔子呢。嘿嘿，开个玩笑嘛。你真的也是滑下来的？林初一点头。不过我一直跟着师傅在深山里修行，不怎么出事。难怪身手这么好。我8岁那年就是先天武者，以为自己够妖孽了。唉，没想到啊，没想到。带着前世的记忆拆穿，2岁那年被人抢去当徒弟，
周易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来着。林初一想了想，先天武者就是炼气期，我弟弟今年7岁，也是炼气期。周易瞪着眼，缓缓地捂住心脏，显然被打击到了。我上一世叫顾七月，这一世叫林初一，是个普通山村里的孩子。我上一世也叫周易，孤儿院长大的，后来跟着个老道士学了点道术。高中离开孤儿院后啊，一直靠着给人算命看风水吃饭。高考过后，体检查出来癌症，没钱治，一直拖到大2。说到这儿，周易就没了声音，看着柴火烧的噼里啪啦作响，眼中一片沉静。若说有什么遗憾，就是死之前他都没能再见那老骗子一眼。林初一没打断他，静静地等着他往下说。这一世啊，家里条件挺好，爹是朝廷命官，爷爷呢是退下来的3朝元老，就是娘死的早了点。当时那老头带我走的时候啊，说了让我16岁回家，不过半年前他莫名其妙失踪，我和鬼谷门的门主用尽了各种办法都找不到他。后来鬼谷3长老也相继失踪，门主派出的人发现3长老失踪时周围有血煞阁的人出没，就一直沿着血煞阁这条线索调查。那个男的本来是那些黑衣人的领头人，我跟了他们7天，发现他想要脱离那些黑衣人，就出手帮了他一把。谁知道中途被那些怪物发现了，他身上被人下了蛊毒，要不是我出手啊，早死了。你是说那些黑衣怪物在这座山里面转了很久？是啊，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啊，对了，你家那只叫大白的黑狼，你最好给看好了，要是落在那些人手里啊，还不如你杀了吃肉呢。周易之前说过，血煞阁的人在四处寻找妖物和开了智的山精野怪。这么说来，有那些人在，大白的确是危险的，不止他，狼群估计也会被盯上。至于那些人在山里找什么，他想应该是他空间里的那小半块灵泉玉，否则他真想不到山里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一帮有目的性的家伙们花那么长时间寻找的。话说开了后，两个人对彼此都没了警惕感。周易将2只野鸡吃完的功夫，那被林初一石头砸晕的男人终于悠悠地醒了过来。你们是谁啊？快放开我！哟，你能说话呀？我还以为你跟那些不人不鬼的怪物一样没舌头呢。你在说什么？你们到底是谁啊？周易觉得自己是不是救了个傻子呀？他妈的，要么不吭一声跟他玩命，要么一开口就是那一句。几番下来，他也有了火气。我是你爹，不然怎么会冒着那么大危险救你？我杀了你！来，你杀我！你杀我呀！我要是缩一下脑袋，我给你磕个头，给你当孙子！男人气怒，咆哮着，使劲扭动着身体，跟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一般。只是他一使劲，伤口就再次裂开，鲜血直往外冒。周易担心再将人给气死了得不偿失。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先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林初一又瞄上了被他丢在一旁的那块石头。不是，让他情绪稳定点儿，不是让他昏过去。林初一看他半晌，突然福至心灵，紧接着就从怀里摸出了一颗玉黄色的丹药。要不给他试试这个？林初一话音未落，周易就把丹药给拿了过去，也不问问是什么作用，直接就强行的给塞进了嘴里。动作一气呵成，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你都不问问什么作用的吗？什么作用？林初一默然无语。嘿嘿，没事儿，反正不是我吃。周易猛地后退一步，都傻了。你给他吃的什么东西啊？怎么成驴了呢？灵验丹的另一个版本，没什么副作用，等它好完了，你该问什么就问什么，不妨碍的。这种丹药比较鸡肋，能够消耗人的精力，却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也是药材刚好剩下那么几种，林初一才顺带给炼了出来。本来想着送给马老太，林永茂要是再犯浑，就给他喂一颗。好吧，周易彻底服了，至少他就整不出来这种古怪的东西。上辈子死得早啊，修为不到家。普通人生老病死，乃是人生的自然定律。我挺好奇的，上一世你没踏进炼气期吗？毕竟很少有听说修者是死于癌症的。别提了，那老骗子教的都是些命理学和鬼画符，
临走扔给我一本破书，说照着练就能天下无敌。我这一世拜了师才知道，那他妈就是一本入门级别的修炼功法。也不见得呢。林初一瞥了眼周易脖子上挂着的铜钱剑，那把本命剑呀，一般的修士应该练不出来。这也是老骗子送的，不知道怎么就跟着我过来了。原本只是一枚铜钱，随着我长大1年，铜钱就多1枚，至今为止已经15枚了。哎，对了，你上辈子怎么死的？雷劈的，渡劫失败了。周易心里不得劲儿，上一世看了那么多穿越小说，得癌症穿越的还真罕见。听听人家渡劫失败，多高大上啊！林初一不知道周易心里瞬间不着调起来了。上一世他不怎么出山，从记事起呢就一直跟着师傅修行。相比现在，他的过去其实没什么出彩的。两人谈话中，男人那如同被踩了尾巴的驴叫声终于逐渐小了下来，大口喘着粗气。虽然浑身无力，但不妨碍他看着林初一两人的目光充满了不善。周易不知道什么时候捡了颗小石头，握在了手里，在男人面前一晃，得意地笑了笑。哼，小爷我最喜欢嘴硬的，你不说，我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刚刚那颗药丸是小惩罚，我手里这颗可不一样了啊，吃下去绝对能让你欲生欲死。林初一实在是看不下周易脸上那种欠揍的表情，也难怪人家拼了命想弄死他。你们是什么人？来这座山里面做什么的？我叫丁岩，我只是想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好好回答，我们不会为难你。你是血煞阁的人？是。你们在山里找什么？上面下的命令，让我们在山里找一个带着强大力量的东西。什么东西？林初一目光闪了闪，果然不出他所料。不知道，我对那个没兴趣，我只想借着这次机会逃离血煞阁。你应该知道自己身上什么情况，若不是我3番2次出手救你，你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缓解你身上的蛊毒。你们血煞阁最近有没有对鬼谷门的人出手？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是那些人的领头吗？你会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总归我们救了你，难道你的一条命还不值血煞阁的一个秘密吗？我真的不知道。血煞阁分为2个势力，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在明面上的势力是个杀手组织，组织里的人有一半不是正常人。至于血煞阁暗中的势力，说到这儿，丁岩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恨意，缓缓地吐出4个字：触不可及。没人知道血煞阁暗中的势力盘踞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对你口中的鬼谷门动手，但他们近1年确实在搜集各个神秘门派的资料。周易眸中闪过一抹寒光，他已经能够确定他师父和2长老被血煞阁的人暗算了，大有可能他们此刻就在血煞阁的老巢。要给你那个什么门主送个信吗？唉，都是些没用的，找不到血煞阁暗中的势力，就算知道他们在那儿也无济于事啊。看样子你跟血煞阁的人有仇呢，但我没兴趣知道你的事情。我想知道这山里面还有多少你们的人。我带来的人都被你们杀了，如果没有其他人进山，应该没有了。丁岩受了伤，又跟周易动了半天手，此刻有些虚弱，脸色苍白，衬托着胳膊上黑色的符文，更加让人不适。没有问到有用的东西，周易有些丧气。林初一给了周易一颗归元丹，让他自己看着办，他救的人要怎么样他自己决定。周易悠悠地瞪了人看了半天，最后还是将人给放了。走吧走吧，你身上的蛊毒被我压制住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江湖再见。丁岩手里握着的那颗归元丹，看了两人一眼，虚弱地站起身。多谢，你们很厉害，但还不足以跟血煞阁硬碰硬，他们都是些疯子，我劝你们遇到了还是躲得越远越好。丢下这句，丁岩不再逗留，一步一跛地离开了两人的视线。切，说的都是些废话。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先回京城吧。下山前，林初一去看了一下狼群的状态，那几只伤势严重的已经能站起来走动了。他把大白留了下来，让他如果发现了什么状况，就回去告知他一声。马老太正在门口练太极拳，见林初一带了个半大的小子回来。初一，你这是从哪儿捡回来的小乞丐？
嘿，奶，我叫周易，是初一的朋友。初一的朋友，还直接叫奶？奶，他在山里迷路了，在咱们家待一晚上，明天一早就离开。这还得待一晚？马奶奶，你练的这一套拳法柔中带刚，厉害啊，看着跟世外高人一样。其实周易早看出来了，马老太练的是太极拳，不过林初一教的太极拳还是有点东西的，就是老太太年纪有些大了，应该是也没练多久，身上没什么灵气，有些动作还不到位，纯属养生了。家里除了大房林有茂和刘氏，个个比马老太厉害。马老太练了这么久，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夸她，顿时乐了。哎呦，几个小的折腾出来的，练得玩的，一把年纪喽，强身健体呀。谁说您老了？马奶奶看着可年轻着呢。我见过不少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她们可都没您那股精气神呢。哎呦，周小子呀，厨房烧了热水，你去洗洗，晚上奶给你做红烧蹄膀，做糖醋排骨，看这小身子骨，可怜的哟，还没有咱家大郎壮实呢。傍晚林永新和2个小的回来，发现家里多了个陌生人，还挺稀奇。他们家多久没来过人了？不过都不是会聊天的。林永新冲周易抱了抱拳，打了声招呼就进了屋。林少泽冲人点点头也进屋了。倒是林家宝话比较多，周易又是个自来熟的，没一会儿啊，一大一小就混熟了。林家宝带着周易在房子周围一阵的乱逛，除了林初一交代的事情没说出去，就连大白能捉兔子都显摆了一把。围观了一圈，周易还是对林初一布下的阵法比较感兴趣，屋里屋外瞎转悠。周易兴致勃勃地试图寻找阵眼，最后他的目光放在了院子中间的那块造型怪异的石头上。好浓郁的灵气啊！这块石头不一般呢。哎，有啥不一般的？就长得奇怪了些，家里孩子们觉得稀奇，就给运回来了。别在那儿乱转了，你再转也转不出个花来。快洗手吃饭吧。哎，好嘞，奶。饭菜上桌，周易已经跟家里几个孩子打成一片了，毕竟比人多活了一辈子，哪方面的话都能张口就来，也就是没有酒，不然高低得和他们喝一个。林初一没有跟家里人介绍周易的身份，周易便也没有多说什么，不过是多个吃饭的人，虽然不认识，可周易性子开朗，又一副自来熟的模样，一顿饭吃的倒是和和气气的。晚上马老太安排周易睡在了林永新那屋。第二天一早，周易是跟着林永新三人离开的。血煞阁的妖人给了林初一启示，既然血煞阁可以养妖人，那他是不是可以养妖怪呢？他走的绝对是正道。兽类是如何修炼的？记得有本手札上记载过，兽类修行有2种方式，第一种拜月，第二种寻药炼丹，就是修内丹。林初一是不会让狼群去集体拜月的，那个场面太滑稽了，原谅他不能想象啊。他是没有灵药，但他有地灵丹呀，那可比灵药的效果好上数十倍不止。林初一当即决定大量种植地灵丹需要的药材，说干就干。趁着天还早，林初一又去了趟山谷，空间里的药田又开辟出了一块。林初一将那些以前看不上的草药苗都给移植了进去，望着一大片灌溉好的草药，林初一心情愉悦。跟大白商量了一下，林初一先给狼群喂下了灵验丹，然后从中挑选资质最好的供应地灵丹，等时候到了再喂一颗洗髓丹，剩下的能到什么程度就看他们自己了。大白剩下的那半颗洗髓丹前些日子已经让他吞下去了，事实证明洗髓丹的效果很强，但受到的痛苦也极大。大白是自小跟在林初一身边，每天喝着灵泉水才能撑过那洗髓丹带来的痛苦。山里有黄皮子盯着，这几日也没再发现有外人出没。林初一去了镇上一趟，定制了一些巴掌大的小瓷瓶，专门用来装丹药。为免麻烦，他特意避开了大房开的瓷器铺子。所以当林永健知道林初一花了10两银子从他的隔壁的瓷器铺定制了一堆瓶子时，气得将正在吃饭的锅都给摔了。一个陪江货竟然一次花了家里那么多银子，大伯，你说二奶奶她知道吗？说是订了100多个上等品质的瓷瓶，3天后送去林家村山脚下，到了就提林永新的名字。林永健阴沉着脸，既然说了送去山脚下，那自然是知道的。
二奶奶家怎么会突然这么有钱了？林月兰撇了撇嘴，满嘴的酸味儿。林初一不知道自己从瓷器铺出来被林月兰看到了，估计就算知道，她也不会往心里去。就是不买你们家东西怎么了？就是有钱，就是不给你们赚。你怎么又来啦？周易喘匀了气，头发凌乱，眼圈乌青，也不知道多久没睡了，整个人看起来疲惫得很。发生什么事了？马老太纳闷，这走了几天的人咋又回来了？正好家里做了饭，我再烧个汤，中午就凑合着先吃点儿，晚上再给你做好吃的啊。马老太对周易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小子嘴甜会哄人，能看得出来啊，不是寻常家的孩子，确实没有富贵人家的那一身架子。先别吃饭了，出大事了。马老太一瞧立马不高兴了，刚刚还在心里夸来着。咋的慌头慌脑的，出嘛事儿了？往东100多里地外有个活死人村，那里有2只老鬼要成煞了。他这话一出，院子里的人都纷纷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一脸困惑地看着他。啥？什么活死人村啊？什么老鬼呀？你确定？我骗你干什么呀？我追着那个叫丁岩的去的。丁岩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上次救的那个男人。说重点，跟我来。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回京城了吗？怎么又遇到丁岩啦？就是打算回京的，我从镇上买了匹马，结果在马市啊就碰到丁岩了。虽然他乔装过，但他身上那种气息太独特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好浓郁的血杀气呀，这也太邪性了。小哥哥，你在找什么呢？这他妈是遇到鬼了呀！小哥哥，你要去哪儿啊？老子去哪儿跟你有毛关系啊？给我让开！这不是鬼吗？怎么道家的符箓对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嘿嘿，没用的，我是受人供奉的神灵，你伤害不了我的。我去，这什么玩意儿？我说了，我是神灵，区区人类，你是伤不到我的。哥哥，陪我们玩吧。陪你们玩啊？我玩你大爷！3道黄符齐齐甩出，周易转身就跑。他刚跑了几步，顿觉周身气息一变，数不清的鬼影在他身边穿梭，凄厉地嚎叫着：救救我们！我们忏悔，我们错了，快救救我们！雾气里不知道藏了多少阴魂，斩杀一个，另一个立马就会扑上来。周易心中隐隐有些急切，慢慢后退之际，他突然撞到了一个人。谁？下意识回头看去，分神间，周易只觉得左胳膊上传来一阵刺骨的疼，随即从他身侧刺来一柄黑漆漆的短刺，咬住周易胳膊的阴魂发出一声撕裂般的惨叫，随即化成了一股阴气，融入浓郁的血雾里。丁岩不是消失了，他比周易来得早，直接就奔着浓雾来了。看到周易，丁岩也很是诧异。小心点，这雾的中心有一间小庙，里面供奉着2个小娃娃，很是阴邪。那2个鬼东西到底什么来历啊？道家正统的符箓竟然都对他们没有作用。鬼魂越聚越多，村里也就那么几10户，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阴魂，而且这些鬼魂似乎是凝而不散，斩杀了没多大一会儿又会重新凝聚起来，这让2人渐渐有些吃力。哎，我说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啊？好端端的来喂鬼吗？他话音刚落，眼角余光突然瞥见丁岩手臂上的黑色符文闪耀了一下，似乎是在吸收周围的阴气。周以为自己看错了，猛然扭过头去，恰在此时一股劲风袭来，他后背狠狠地挨了一下，还没看到丁岩的影子，身体便腾空而起，朝前飞去。去找那天那个小姑娘，这里有2个鬼童要成煞了，要是让他们出去，这方圆百里都会跟着遭殃。周易落地后眼前一黑，差点吐出一口老血，可见丁岩那飞起一脚的力度之大，姿势之潇洒。周易挣扎着从地上爬起身，没被鬼弄死啊，差点被丁岩一脚给踹走了。鬼童子吗？浓雾里面真的是鬼吗？不开阴眼也能看得到？哥们儿天生阴阳眼，上辈子是，这辈子也是。林初一默然，他有天地灵火护身，自然是不怕去个鬼村走一趟。
你这一来一回耽误了这么久呢，丁爷能撑到我们去吗？不知道啊，但那家伙一天一夜没吃东西都没饿着，还有他那身古怪的符文，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邪修的一类，能够吸收鬼物身上的阴气。娘奶三叔三婶，你们干嘛呢？偷听被发现，众人面上一阵讪讪。初一呀，你们聊什么呢？饭菜都好了，要不吃完再聊。娘奶，饭就不吃了，我得离开几天去救人。一定要去吗？去哪儿啊？那不行，你都没有离过家，还得去几天，有没有危险呢？奶，事情该听的你们应该都听到了。修行之人这件事情，我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了，就一定得走一趟的。我也是修行之人，带上我。我比家宝厉害，我去。去什么去呀？都老实的给我在家待着。娘，你放心，我是有把握才会去的。事情已经出了，如果放任不管的话，那村子里的东西真要是出来了，总有一天会祸害到我们这里，那到时候想要铲除他们就不容易了。娘，你们放心，3天后我一定会回来的。好，娘让你去，说好了3天，要是3天后你没有回来，娘就带着你弟弟去找你。好。这咋的？有事想不管还不成了？果然鱼跟熊掌不能兼得。以后别乱叫那4个字的词了。哦，饭都好了，吃完再去吧。对，吃饭，吃完饭再去。咱们路上快点，不差这一口。周易心中呐喊，能不能先让他吃口热乎的呀？一顿饭匆匆吃完，在方兰和马老太揪心的目光中，林初一和周易坐上了刘二柱的牛车。林初一跟方兰要了将军府的玉佩，要赶路得有马，哪里有好马？当然是衙门。马匹狂奔，紧赶慢赶，到了村子外面，天还是黑了。林初一在前方开路，有行尸阻拦就一巴掌拍飞。在后方的鬼物追来前，俩人终是险险地出了村子，又往前跑了一段路，这才敢停下脚步回头看去。就见追赶他们的鬼物和村民突然停住了，似乎是村口有什么禁制，让他们不能离开村子。周易召回了铜钱剑，将丁岩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被刚刚惊险的一幕吓的。林初一也累得不轻。哇，你胳膊上的阴毒再不处理，那条胳膊就不能要了，需要帮忙吗？没事儿，我自己能行。死不了了，就是这几日不能调动真气。你能活到现在还挺不容易的，心真的不是一般的大，被鬼咬了一口都不放在心上。我那是急着救人，再说之前不疼不痒的，我都快给忘了。俩人各自休息了一会儿，这才有精力去查看被周易跟扔死狗一样扔在一边的丁岩。这家伙被那么多鬼围攻都没死，真乃神人啊！林初一搭上了丁岩的脉，将一丝灵气探进了他的体内，内伤不重，吃了归元丹后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就是那一身的阴气太过浓郁，跟村子里的鬼也差不多。林初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撑到现在的。想起周易先前所说，他将目光放到了丁岩裸露在外的胳膊上。这是鬼文？什么鬼文啊？我曾看过一本破损的手札，上面记载着与阴界交流的文字，那种文字跟他手臂上的很相似。你说的是舔文吧？丁岩身上的鬼纹应该不是随便纹上去的，林初一也不大懂。周易用手指戳了戳丁岩腰间插着的黑刺，上面突然闪过丝丝黑气，隐约中有个鬼头冒了出来，又快速的缩了回去。这应该是千年阴魂木所做的鬼气啊！这家伙该不会是黑无常吧？你师父告诉你黑白无常长这样？周易也就这么一说，丁岩要是黑无常，还能被一群鬼给弄成这样？我跟着老骗子才多久啊？很多东西都是我这辈子摸索出来的。还是等他醒了再说吧，他胳膊上的鬼纹正在吸收他体内的阴气呢，应该要不了天亮人就能醒了。往嘴里扔了颗地灵丹，林初一找了个地方靠着，今晚消耗不小，先休息一会儿，
谁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儿？你醒啦？看到林初一，丁妍意外了一下。谢谢，你们又救了我一次。喝点水吧。你让周易去找我，应该不是临时起意。说说看吧，你找我来的目的，还有你来这里的目的。丁妍沉默了，心中有疑，不知道该不该将事情说出来。我希望你犹豫的原因，是因为怕把我们卷进这件事而愧疚。好歹我们救了你，有些话还是说清楚的好。你要是不说，我可有的是办法毁了这里。道家正统你知道吗？祖师爷王文清你知道吗？老牛逼了，我告诉你。还有上次那个一吃你就叫，怎么的？你还想再来一颗？林初一嘴角抽了又抽，什么一吃你就叫？怎么什么东西到了周易那儿都带了一股满满的二货气息呢？我体内有个鬼骨，需要不停地吸收鬼物的阴煞之气。你是邪修？丁妍深吸了一口气，随即缓缓摇头。我是从棺材里出生的人。至于家在什么地方，丁妍早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5岁时，一个身穿黑袍、看不清容貌的男人进了他们的村子，一夜之间，全村的人都丧了命，包括他的亲人。黑袍男人缓缓向他逼近，丁妍挣扎不过，最终被带走。他的噩梦也由此开始，他就像是个实验品，被黑袍男人无数次的折磨，以完成他种种阴邪变态的想法。刚开始是在他身上种蛊，各种各样的蛊，但后来因为受不住他身上的阴气慢慢死去。黑袍男人气怒之下，差点将丁妍掐死。他被鞭子抽得满身是伤，扔进了血池之内。黑袍男人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要用他的血来养鬼。丁妍整日被泡在血池之内，被阴魂上身，魂魄不稳，每日浑浑噩噩。后来等到丁妍大一些，黑袍人大笑着说他想到了一个伟大的主意，随即拿出了一把寒气逼人的匕首，在丁妍胳膊上刻下了那些古怪的符文，一刀一刀深入骨头。丁妍再次恢复意识后，体内已经被种下了鬼蛊。丁妍又被扔进了血池，也是打那时起，他发现自己可以吸收周围的阴气。随着我吸收的阴气越多，鬼蛊也越来越成熟。这些年来，我一边为血煞阁卖命，一边暗中寻找克制鬼蛊的办法。可能是那个人觉得我身中鬼蛊无处可逃，近1年多的时间，他不再派人随时监视我，这才让我找到了机会逃走。其实说是逃走，丁妍确实知道，鬼蛊存在他体内一天，他就还在那个人的掌控中。既然鬼蛊是随着你不断吸收阴气成长，那你不吸收那些阴邪的力量不就行了？我试过。丁妍苦笑了一声，眼神黯淡一片。我今年不过19，便是你们看到的这副鬼样子。没有阴气，鬼蛊就会蚕食你的寿命。丁妍点了点头，周易心中默然。那你来这鬼村做什么？是想将村子里的阴气全吸收了，让体内的阴蛊出生，然后跟他拼个你死我活？这把鬼修用过的鬼气，我无意间得到的，这里面有只很强的阴魂。我发现它能压制我体内的鬼蛊，也能吞噬我体内的阴气。我想用它把我体内的鬼蛊吞噬掉，只是里面的阴魂受了伤，现在还不足以跟鬼蛊抗衡。我试过，吞噬鬼物能让它慢慢恢复，道行越高，它恢复的就越快。我去，吞噬鬼蛊是要引那只鬼上你身吧？你就不怕它占了你的身体？鬼蛊一旦种下，只有从我身上破体而出这一个可能，只是早一时晚一时的事情。我现在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只有这一个，我还有仇未报，我不想死，什么办法我都想试试。成功了，我捡回一条命；哪怕失败了，我也毁了那个人的计划。好，有气魄，我帮你。能给血煞阁添堵的事儿，他还是乐意做的，但他短时间内不能动用修为，要帮忙还得靠林初一啊。林初一倒是没有什么想法，见周易看他，沉默着点了点头。丁妍目光闪了闪，不管周易和林初一帮他的目的是什么，这可能是他至今为止唯一感受到过的暖意了。多谢，若是我撑过这次，待我报了仇，我这条命就是你们的；若是我没撑过，你们就一把火烧了我的尸体。如果有可能，就连我的魂魄也一起灭了吧。就算死，他也不想给那个人一丝掌握他的机会。
周易和林初一对视一眼，俩人皆是心头一震。此时此刻才感受到丁岩以往遭受到的那种求生无门、求死无能的无力感。既然决定了帮，三人短暂的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商量接下来的事情。这座村子的深处藏着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要成煞的应该就是它了。这村子的后面有个小庙，庙里供奉着2个小娃娃，被我收了一个，另一个逃掉了。我在血雾里找到了那座小庙，恍惚中看到一团血红色影子从地面钻出来，紧接着后背被一股暴躁的力量撞击了一下，人就昏了过去。昏了这么久都没被饿死，你是铁打的吧？我体质特殊，待在有阴气的地方，可以一直不吃不喝。周易瞪大眼睛，真他妈妖孽！这是鬼修的修炼法门，跟你修道一样，修士闭关突破的时候是辟谷的状态。这个村子的由来你知道吗？不知道，血煞阁发现这座村子时，这里已经成了鬼村。我们休息一下吧，把该准备的准备好，趁着正午阳气最足的时候进村。虽然正是正午时分，但整个村子还是鬼气森森的。经过祠堂时，看着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周易看林初一的眼神都不对劲儿了。昨天晚上光顾着跑，听到后面那么大的动静，还以为是林初一跟那些鬼东西动上手了。原来这丫头是把人家房子给毁了，难怪那些鬼孩子玩了命的想弄死他们，这也太暴力了。你们有没有发现阴气越来越重了？这是血煞之气，看来那东西已经成了气候，这里的血煞气息浓郁的都要化成实质的了。姐姐，陪我们玩吧。林初一甩了甩手里的桃木枝，突然高高跃起，抽在虚空之上。一声野兽般的惨叫声中，一个5、6岁大的女孩虚影扭曲着往后飞去，刚想隐匿进浓雾中，林初一闪身而上，举起桃木枝又狠狠地给了一下。女孩又是一声惨叫，浑身直冒阴气。这他妈就是个鬼窟啊！喂，初一，林初一，你还顶得住吗？林初一从刚才就离开了俩人的视线，半天没听到动静。周易有些担心，我没事，你们2个撑住了，我去把庙里的东西给灭了。灵火开路，他很轻易的就找到了那座小庙，二话不说直接放火烧，天地灵火能焚烧一切。林初一眯着眼死死盯着小庙，火焰升腾中，一团血红色的影子尖笑着窜了出来，朝着林初一撞去。林初一闪身躲开，一枝条抽下没抽到，血红色的影子落在了地上，身上包裹着一层血煞之气，眼中冒着幽幽的光，怨恨、不甘、杀戮。这东西就跟丁岩所说的一样，要成煞了。林初一目光闪了闪，果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这真要成了煞，当真是个祸害。敕令，天兵上行，灭魂！鬼婴仰面倒地，金色的符文印在他的身上，血煞之气不断翻滚，声音痛苦凄惨。来，姐姐陪你们玩。手中的桃木枝毫不留情地抽在了那些鬼婴的身上，打的那些鬼婴一阵的吱吱乱叫，鬼哭狼嚎。这当口，丁岩和周易解决了那些村民的鬼魂，也赶了过来。浓雾一散，那些鬼物的战斗力似乎都下降了不少。鬼娃娃的声音从凄厉到凄惨，眼神从怨毒到惊惧，想逃无门。周围没被灭掉的几个鬼婴也不攻击人了，连连后退，挤在一起瑟瑟发抖。一旁的丁岩和周易都看不下去了，太凶残了。你们都是小孩子，相煎何太急呀？这货是魔鬼吗？